系统啊，已经40几年了，你要再晚点出现，我都要破该了。宿主请不要激动，系统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不缺席好啊，不过系统啊，你看我都40多岁，人老珠黄了，这还能开始修炼不？修炼？有系统你修炼个锤子！奖励宿主见面礼包1份，恭喜宿主获得特殊能力与世间万物五五开。与世间万物五五开，啥意思啊？简单来说，就是宿主不管是面对什么东西、什么人，都能做到五五开，也就是谁也打不过，你也打不过谁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这玩意儿我也能五五开吗？可以。检测到宿主所在宗门，3日后将举行收徒大典，要求宿主招收1位弟子，成功即可获得意想不到的奖励。这能力啊，好像有点变态啊。本座乃是负责尔等试炼的长老，接下来的话，尔等且仔细听好。到天宗收徒，第1项便是灵根觉醒测试。灵根品级分为下品、中品、良品、上品、极品、圣品，这其中灵根觉醒测试达到中品者，可进入我道天宗下一轮测试。尔等可听明白？我等明白。好险好险，还好我觉醒测试中有中品木灵根，不然就这样打包回家去的话，老爹肯定失望死了。苏南姑娘，我觉醒测试出了上品火灵根，只要通过所有试炼，绝对可以成为内门弟子，保不准将来还会被长老看上，成为真传弟子。不若你与我结成道侣，将来我定然助你修炼，如何？陈公子，恭喜恭喜，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不过结成道侣还是算了吧，我还小。给脸不要脸！李山主，又是从前天开始爬山的？其实是昨天。哎呀，果然是熟能生巧啊！对的。这家伙明显就是在挖苦自己，要不就找个机会和他试试自己这五五开的能力。竟然是圣品灵根！徒儿，往为师这儿看！嘿，放屁！谁是你徒儿？那是我徒儿。嘿，徒儿，为师山上真传，内门大弟子大都女性，快到为师碗里，不是，快到山里来。可愿拜我为师啊？哎，散了散了。弟子哭逢川见过师尊。过来吧。圣品灵根啊，我去啊！见个啥？场上可不止一个圣品灵根，这木属性圣品灵根，本系统不喜欢。你还嫌弃上人家圣品灵根了？场上还有圣品灵根的话，宗主还有这些山主怎么做得住？发现隐藏圣品冰灵根，宿主收徒任务确定目标，任务已从收弟子更改为将圣品冰灵根拥有者收为弟子，完成后宿主可获得丰厚奖励。我去你大爷的更改任务！你个脱皮啊，你还能这么玩的？爱你哦。看来李山主今日又没有看得上的弟子啊。宿主遭受嘲讽，这怎么能忍？系统发布任务，起身走到苏南身前，完成任务可获得奖励灵根觉醒能力。这个李周君搞什么鬼啊？莫非他要收徒？开什么玩笑，他一个灵根都没有的废人，他收什么徒啊？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宿主获得奖励灵根觉醒能力。你可愿拜我为师？真的吗？什么情况？一位山主竟然亲自走到我面前要收我为徒，是不是做梦吧？天啊！当然，你若愿意拜我为师，便叫我一声师傅吧。师傅好，弟子苏南拜见师傅。恭喜宿主收徒成功，宿主获得奖励圣品冰灵根，拼单元乃修为玄冥心经。对天地之间第一个灵气最为亲和的人所拥有，金丹元乃修为。此风世界修炼境界分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反虚（括弧虚仙）合体。玄冥心经，玄冥先帝所修冰属性功法，系统已经帮助宿主自动学习。我操，圣品冰灵根，我现在也有灵根了，还是圣品。宿主不要激动，你的修为系统为了让宿主今后看起来更像返璞归真的超级高手，更好的装逼已经帮宿主隐藏，宿主以后可自行选择开启或关闭逆袭 buff。系统，我爱死你了！可惜了这么一个女娃娃呀！也罢，到时候这个女娃娃便知道自己师傅是个废人，自会后悔的。难道这位山主就是道天宗的那位废柴山主云居山主？师傅，你这是……
不错，我就是云居山主。妈的，完了！那个，我现在还能后悔不？不能。没事，师傅，我相信你。我爹常说，越是看起来废柴，普通的人越是厉害。想必师傅你就是这样子的吧？你说呢？系统检测到周围人很不看好宿主师徒，现发布任务，宿主当场帮助苏南觉醒圣品冰灵根。任务完成后，宿主将获得奖励。系统，你这是不怀好意啊！不准有，宿主怎么施展5开能力装逼？你说的好有道理，我愿意称你为最强装逼系统。小丫头，你是不是真的以为你只有中品灵根？是圣品冰灵根。可惊起不与人间意，转身便骤然那雨滴，曲种种为题。是圣品冰灵根。云居山主，以你的能力，这圣品冰灵根的弟子拜在你的座下，怕是不合适吧？柳岩说的不错，你的资质不配收他为弟子，圣品冰灵根的资质让你来教导，对于整个道天宗而言都是一个损失。而且你又能忍心看着本是未来的新星就这样折损在你手中吗？慕容山主，你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丫头已经拜我为师，再让她转投你门下，怕是不合适吧？若是这般在意别人眼光，我还修什么仙？丫头，你怎么看？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慕容雪，本山主的弟子谁也带不走，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你若真想从我这里挖墙角，你就将我稀饭。此话当真？当然，出手吧。怎么可能啊！这云居山主不是修炼废柴吗？对呀，慕容山主这一击看似随意，但是没有个反虚的修为，这真接不下来呀。不仅如此，这云居山主出手之时毫无灵气波动，莫非他走的是上古时期那些炼铁士的路子？极有可能。你竟然能接下来我这一击，看来这些年你一直都在隐匿自己。承让了，我也不用顾及什么了，一招分胜负吧。天落飞雪，剑无痕。竟然是慕容山主的飞剑神通，好快的速度！这慕容山主修为果真达到了合体之境。此剑若是针对本山主，只怕本山主回神之时头已落地啊！给我破！怎么可能？李寿军这家伙居然是个老六啊！你藏得这么深，这位云居山主的修为太好了！今日你好好休息一下，为师去做顿饭，明日再开始教你修行。师傅，像你这样的强者还会做饭吗？要不还是我来做饭吧，正好让师傅尝尝我的手艺。难得你有这份心意，那好，你去吧。不是吧？这师傅有点不按套路出牌啊！这东西你确定他能吃吗？你这丫头第一天上山就想谋害为师啊？什么嘛！虽然是第一次做饭，但我很用心的。好吃吗？师傅，要不你尝尝？你这个废物山主又来扇老娘身子了呀！看，五颜六色的大公鸡。一个老六。哇，师傅，好香啊！那当然，这可是一只筑基境的鸡，你吃个鸡腿就够了，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果然是千师傅，好好吃。好家伙，一只鸡腿还是太补了，下次让这个丫头吃个鸡屁股就得了。好香啊！哎呦，小丫头你醒了？
昨天的鸡腿太补了，你吃了2口就补晕了。为师经过1晚上思考决定，下次吃鸡，为师只能含泪给你留一个鸡屁股了。谢谢师傅。小丫头，你这么喜欢吃鸡屁股啊？师傅，我算是知道为什么你长得这么好看，我却没有师娘了。啊？为什么？因为师傅你长了一张嘴。你不也长了一张嘴吗？难不成你有2张？此乃储物戒指，你的真传弟子衣袍、玉佩、为师都放在里面。不是吧，师傅？我没有修为，没有神识，里面的东西我都拿不出来啊！慌什么？作为为师的弟子，为师当然可以保证你第1次修炼就能突破炼气1层。此功法乃是当今世上当之无愧的顶级功法，与你的圣品冰灵根可谓是相互辉映。弟子多谢师傅。你这丫头和为师客气什么呢？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师也算是你爹了，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待会儿你按照功法修炼之时服用此丹，加上你昨天吃的那些大补之物，足以突破炼气1层。那我要是今天没有突破炼气1层呢？没有突破炼气1层啊，那就是补的不够，为师再去给你准备一些大补之物。师傅放心，今天我肯定能突破炼气1层的。不错不错，不愧是本山主的徒弟，有雄心壮志。我有个屁的雄心壮志啊，还不是被师傅你逼的，吃一次晕一次，这谁能顶得住啊？第1次修炼你就突破到了炼气3层，不错。都是师傅教的好。行了，你就在此地稳固一下修为，为师要出门办点事情。好的，师傅，你放心的去吧。念咒掐指诀。那前辈是谁啊？你们眼瞎吗？没看见云居山主腰间的山主玉牌吗？云居山主那个废柴，你个憨包，让你整日只会窝在房间里边打扑克，现在蠢了吧？告诉你，就在前天，云居山主战胜了咱们山主都打不过的慕容山主。绝对不可能，你是在骗我的吧？人家可没有骗你啊！云居山主的确是一位超级大能，之前我们都被云居山主的伪装给骗过去了。那咱们还在这里聊什么？还不拜见云居山主？我等见过云居山主。你们去通报你们山主一声，就说云居山主来访。弟子这就去禀报。山主，云居山主来访。好你个李老六，果真找上门来了。你去告诉云居山主，本座正在。哎呀，柳山主，山下太阳太大，我就自己上来了，你不会怪罪我吧？妈了个巴子的，这个老六自己上来了，完犊子了！这，李山主大驾光临，本座当然欢迎啊。怎么可能怪罪李山主呢？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关系很好似的。李山主，你究竟想怎么样？当初我以为我比你强，嘲讽挖苦你几句没问题吧？如今你比我强了，你若是要对我做什么，那你就来吧。我李周军可不是和你一样的人。你今天不是来找我算账的？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算账的，咱们练练吧。李山主，请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云居山主去找柳岩了呀？对呀，看样子柳岩今天惨喽，毕竟连慕容雪都败在了李周军手里。看戏看戏，我就喜欢看柳岩吃瘪的样子，谁让这家伙平日里总是目中无人呢？剑来，一剑落，法身破。李山主的剑太恐怖了。没错，所谓剑仙也不过如此了吧？这一剑是给你的教训。技不如人，甘拜下风。本座就不打扰柳山主了，告辞。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9龙辇。云居山主，请移驾到天殿一训。宗主，慕容山主。云居山主坐。
敢问宗主叫我来有何事？其实也并非什么大事，想必二位也清楚，我道天宗虽为青州公认的第一大宗，但其实这些也只是明面上的，在暗处还有一些隐世不出的世家宗门，都有着稍逊我道天宗的实力，甚至更有二三者足以媲美我道天宗。我叫你们二人前来，便是想让你们二人代替我道天宗参加一场世家的发布任务：3日内覆灭血炼宗，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怎么了你这是？愁眉苦脸的，和个小老太太一样。师傅，我刚才收到家里的来信，我家族所在的平玉城附近出现了一个魔道势力，这个势力叫做血炼宗。他们用武力压迫附近城池的百姓，每日都要提供100位童男童女给他们的宗门的人用来修炼。我的一个堂弟已经被送过去了。丫头，放心吧，为师正好要参加一场宴席，会路过平玉城，顺手便能解决了血炼宗。你就随为师一同前往吧，也可顺路看看你家里人。弟子多谢师傅。系统召唤就交你。好的。九头虚仙境界的蛟龙，这气息貌似是从云居山传来的。这9头蛟龙莫非是云居山主圈养不成？妈的，9条虚仙级的蛟龙拉碾，云居山主好大的逼格啊！这云居山主藏得太深了，现在都直接放飞自我了。9蛟拉碾这玩意儿都冒出来了，这不妥妥的炫富吗？师傅，这是传说中的龙吗？蛟龙而已。再跑一下，你们的下场都将如此。使者大人，我们平玉城昨日已经奉上50个童男童女给了贵宗啊。是啊。哼，难道你们不记得本使者第一次来这里说过的话？你们与附近的城池每日需提供100个童男童女给我血炼上宗。你们附近的城池已经提供了50个童男童女，还有另外50，就需要你们平玉城凑了。若是今天晚上钱拿不出来，那我血炼上宗只好屠了你们平玉城了。老钱呐，咱们昨天去了这平玉城的陈家，今天就去苏家吧。上次咱们宗主对我们从苏家带过去的男童可是赞不绝口啊。行，家主，那血炼宗的妖人往我苏家赶来了。来了又能怎么样？我等凡人在这些修行之人的眼中，与待宰的鸡羊无异啊。哟呵，诸位都在这呢，正好。你们想清楚了，将哪个童男童女交给我们了吗？二位使者大人，前日你不是才从我苏家带走了一位男童吗？找死！哼，你们这些凡人毛病就是多，不杀鸡儆猴，你们是不会听话的。你这是9条虚仙境的蛟龙吧？你猜的不错，的确是9条虚仙境的蛟龙。不知道这位能够驱使9条蛟龙的大能，是不是路过这里？放心吧，如此大能，怎会在乎一个小小平玉城内的蝼蚁？就是万人死在这位前辈的面前，这位前辈怕是依旧能够无动于衷。家主，你看，是小姐回来了。兰儿，这丫头怎么回来了？莫非是女儿已经拜入道天宗，带帮手回来了？晚辈血炼宗受使者钦开。晚辈血炼宗胖使者楚河拜见前辈。告诉我，血炼宗在哪儿？前辈，我们不能说呀。既然不说，也别怪我不客气。乾坤意味。
这二人已成废人，诸位随意发落。多谢上天出手相救。不必多谢，去见过你父亲吧。谢谢师尊。爹，你头发都白了。没事儿。对了，你这丫头拜入道天宗了？对啊，爹，刚刚出手救我们苏家的就是我师父。你这师父也太年轻了吧！我悄悄告诉你，我师父可是道天宗的山主。什么？在下苏恒是苏家的家主，小女性格顽劣，若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山主尽管教训就是。苏家主说笑了，你交了一个好女儿啊！哎呀，山主谬赞了。山主能够驾驭九霄，定是神仙中人啊！小女交给山主教导，我这个做老父亲的也放心了。苏家主这话说的，我受之有愧啊。山主，不知这血炼宗的事情。这血炼宗在我道天宗眼皮子底下干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身为道天宗的山主，自然不可能轻易放过他们。丫头，好好陪陪你父亲吧，待你境界愈发高深，闭关出关便是实数年的时间。7日后，为师过来接你。是师父。大姐，这血炼宗的血炼老祖可是元婴境圆满的修为，距离化神也只有一步之遥。我们虽然联手不惧他，但只怕也会遭受重创。为了那叫林一商的小子，我们冒这样大的险值得吗？他身上有着进入虚仙墓的玉佩，当然值得。什么嘛！我看大姐你就是看上那小子了。竟然有人敢用9条去仙境的蛟龙拉碾，也不知道这位大佬究竟是敌是友。看那九江碾山的青年模样生得如此俊逸，怎么看也不可能和血炼宗的一样是歪门邪道。或许他是来覆灭血炼宗的也说不定啊。你这丫头靠脸看人，将来是要吃大亏的。本座道天宗云居山主血炼老祖不来受死。本座道天宗云居山主血炼老祖不来受死。竟然是道天宗的山主，想不到道天宗的山主竟然会在此处出现。不过他既然是道天宗的山主，那这9条虚仙级蛟龙拉碾也就不奇怪了。这云居山主的确在青州也让人如雷贯耳，但是我记得这位山主出名并非是因为实力强大，恰恰相反的是，他是一个修行废柴。老朽血炼子拜见云居山主。受死！云居山主，你若是敢杀我，我背后之人必定不会放过你。难怪你敢出来见本座，原来是背后有人撑腰啊。不过本座倒是要看看谁能与本座为敌。小娃娃，你好大的胆子呀，连本座的棋子都敢动。什么下水道的东西，竟敢在我道天宗境内放肆！受死！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覆灭血炼宗。系统发放奖励：1品碧霜剑，碧霜剑诀，元婴中期修为。哎呀，山主啊，小女往后望山主多多照料啊。苏家主放心，这丫头是我徒弟，自然谁也欺负不了她。哎，那就好，那就好。好了，苏家主，那我便不再多叨扰了，告辞。山主慢走。师傅，我们现在要去干嘛？等人。不用等，我已经到了。这么快？你的9龙碾可是醒目的很，我想不找到都难。那我们就启程吧。恭喜宿主签到成功，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一拳灭合体。一拳灭合体，宿主肉身可凝聚至强一拳，击杀渡劫境下的任何修士。注：此拳只可使用1次。云居山主，
他还收了弟子？莫非这是道天宗的那位废柴山主？爹，道天宗让云居山主这不能修行之人带着他弟子来我薛家，莫非是想让他弟子与我们薛家联姻？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若真是如此，那就答应他们吧。那云居山主的弟子，孩儿看上了。我等见过灵雪山主、云居山主。老朽薛无量见过道天宗2位山主，2位山主能来参加老朽的宴席，老朽的脸上撇金呐。薛老祖不必客气，还请2位山主移驾府中一叙。来者何人？竟然敢闯我薛家族地！怎么，老狗你不认得我了吗？是你！你突破合体之境，本座没什么礼物送你，这2只小狗的狗头就送给你吧。放肆！今日在座的诸位都别想走了，也不要怨我，要怪只能怪你们和薛老狗摊上关系，通通化为我踏入渡劫境的踏脚石吧。血祭大阵，合体境圆满。云居山主，面对此辽，你可有把握？1拳。你只能出1拳？1拳便可将他震杀。这合体境圆满的修士就这样死了？这云居山主1拳就打爆了合体境圆满的修士，那他的修为又该到何种地步啊？莫非是渡劫？极有可能。谁再和我说云居山主是废柴，我他妈把他头拧下来给当球踢！那咱们还在这里聊什么？还不拜见云居山主？我等多谢云居山主救命之恩。老朽多谢云居山主救命之恩。诸位不必客气，本座身为青州第一正道大宗的山主，出手灭杀此辽，不过是在行自己的职责罢了。李山主大义。楚凡哥哥，吴老，圣女，去查一下是谁杀了楚凡。圣女何须在意一个下界之人的死活？若是你不去，我便自己去了。老奴遵命。楚凡哥哥，我一定会把杀你的人送去给你陪葬的。看什么呢？师傅，不用这么客气，坐下吧。告诉师傅，你在想什么？也没想什么，就是这段时间让我感觉修仙界似乎并没有我之前想的那么美好。师傅在，你修炼到能独挡一面前，没人能伤你分毫。谢谢师傅。此剑名为碧霜，一品飞剑，虽然品级不高，但材质却是上好，足以匹敌3品飞剑。因为是1品飞剑，你把它祭炼为本命飞剑也没有什么困难。弟子一定不辜负师傅的期望。有这心就好。怎么了？找我啥事儿？我衣服都没穿呢。你可不要讲老牛吃嫩草，我才40岁。追老娘的人一大把，你这家伙倒还嫌弃上了，还老牛吃嫩草，你咋不上天呢？没什么，就是昨晚上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当面感谢你救了我。行，你要是想以身相许的话，咱们马上就开始吧。登徒子，啥意思这是？我都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你这个比我大100多岁的老女人了，你咋还跑了呢？这个李周君真是一点山主的威仪都没有，就算要和老娘造娃，也得等成婚之后才行啊。跑那么快干啥？搞得好像我会吃了你一样。谁吃了谁还不一定呢。听说了吗？咱们道天宗的云居山主1拳灭杀了合体境圆满的赤瞳魔君。什么？云居山主张嘴，把合体境圆满的大修士喷死了？啊！咱们云居山主一个屁，把合体境圆满的大修士给崩死了。那咱们还在这里聊什么？还不拜见云居山主？云居山主经过昨天一战，还是又要震惊整个青州大陆啊！1拳灭杀合体境圆满的大修士，这等实力绝对是顶级中的顶级啊！据我所知啊，这位云居山主如今不过才40多岁吧？
老夫活了700岁才修成元婴，40岁的渡劫太恐怖了。来者何人？竟然敢在我道天宗山门外放肆！狗一样的东西也配讲话？速速让你们宗主出来与我说话！放肆！还真以为你们是渡劫修士，我道天宗也拒了你们不成吗？不错，真以为我道天宗无人不成？区区渡劫修士也敢来此放肆？不知二位来我道天宗有何贵干？你就是道天宗的宗主穆太宇？正是。我来找你们道天宗要一个人。谁？云居山主李周君。敢问姑娘，这是为何？杀人偿命。赤瞳魔君罪大恶极，所过之处血流成河，生灵涂炭。若是本座遇到了他，可不会像云居山主那样让他死个痛快，而是要将他活生生分成数万份，以告慰被他害死的众生灵，在天之灵。宗主，此女与那赤瞳魔君有关联，只怕也是魔道中人，不如我们就将她拿下，还青州一个朗朗乾坤。找死你！我道天宗的人还轮不到外人来欺负。你就是李周君？怎么，你想杀我？我背后势力乃是仙界的太虚仙宫，我楚柔乃是太虚仙宫的圣女。你自裁吧，也省得我动手了。想要我的性命，可没那么简单。系统检测到有人对宿主很不屑，系统发布任务，教训仙界太虚仙宫在青州的圣女楚柔，宿主将获得意想不到的奖励。云居山主，莫要逞能，道天宗还是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宗主放心，这件事因我而起，自然也要我来结束。你知道当时楚凡是怎么死的吗？你应该不知道，我来告诉你吧。他太弱了，被我一拳轰成了血雾，神魂俱灭的那种。找死！这女人虽然无脑，但修为着实恐怖啊。不错，这实力只怕达到了渡劫后期吧？云居山主能是其敌手吗？应该不行吧。虽说云居山主一击灭杀合体境圆满的修士，可再怎么说，他满打满算也就是40多岁。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假，太假了！云居山主面不改色将这法印破掉，莫非实力已然渡劫圆满？不可能吧？这才40岁啊！莫非我道天宗真要诞生一位100年的真仙不成吗？此等天赋，若是云居山主将来飞升仙界，怕是直接成为真传弟子吧？哦，你敢打我？吴老，这是为何？圣女，够了！多谢云居山主高抬贵手，滚！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混元润肌丹。混元润肌丹可帮助高境界修士淬炼道基，使修士实力更上一层楼。好了好了，大家热闹也看完了，都散了吧。云居山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本座希望你记得，你是道天宗的一份子。宗主放心，道天宗待我不薄，这份情我都记得。那便好。你这九交年倒是挺引人瞩目的呀。也就一般般了。这可不一般呢。李周君，我离开凌雪山也有些时日，该回去看看了。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想和我回云居山，也不是不可以啊。呸！师傅早啊！早，开始吧，让为师看看你的剑法修炼到了何种地步。好嘞，师傅，您看好了。
我听。小的我在读古话村里，拼的是混口饭。师傅怎么样？不错，看得出来你对碧霜剑法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这点很不错。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若重复走为师的路子，或许只能走到为师的高度，但为师希望的是你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师傅，我明白了。云居山主可在？宿主未来准老婆遇到危险，系统发布任务，前往金花岛营救慕容雪，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一阵天旋地转，李周军出现在陌生的环境中。当场景定格时，一根金色拐杖迎面而来。哪个王八蛋搞偷袭啊？你是谁？李周军？就是你敲我的。正是老太婆动的手。不过谁能料想到，道友会突然出现在此地呢？李周军没有理会他，而是走向慕容雪，神色戏谑。干嘛突然出现在这里？还惹得人家要杀你？昨日我便接到消息，我山中有位弟子无意中闯入金花岛，被这金花婆婆扣下。我是来要人的。本来一开始聊得还算正常，但金花婆婆不放人，我听到旁边屋内有动静，便趁机去开了门。不曾想里面竟然遍地修士骸骨，还有一个结成茧蛹的邪物。你这老妖婆嚣张得很啊！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或许你实力不弱，但老太婆背后站的人可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你背后站的谁？我倒是想知道知道。既然你想知道，那我便告诉你：血海滔滔，凶影齐天。以我之血，请血祖降世。血祖？莫非是那个万年之前从外界降临青州的血祖？随着金花婆婆的话音落下，血祖分身从血阵中站起。上次打赌血祖输给了李周军，而这次又当如何呢？叫爹。又是你，小子，你莫要得寸进尺，待本座真身降临。未等血祖说完，李周军任意，天地间爆发出雷鸣般的响声。怎么可能？此人竟然能扛住血祖一击！血祖乃是大成真仙级的强者，便是分身也是有着仙人之威。金花婆婆此刻得罪了李周军，下场可以预料。同时慕容雪震惊地看着这一幕，眼神中尽是不可思议。小子，你也就和我的分身打个平手了。若是老祖我的本体在此，你能扛得住几个回合？那你倒是把你本体搞过来啊！光说不练，你也就是玩个嘴皮子的。你等着，迟早有一天，老祖会把你碎尸万段的。血祖撂下一句最狠的狠话，身影消失，直接跑路。这道分身可是他经过千年修炼而来，再损失一个非吐血不可。随着血祖的逃离，系统完成任务的提示音如约而至。恭喜宿主营救慕容雪成功，系统发放奖励：傲雪飞剑提升品级至9品。系统发放奖励：誓言大阵。誓言大阵可在发誓的修士心中刻下，若是发誓修士违背誓言，誓言大阵便会牵引天雷降临。你站起来跳个舞，让本座考虑考虑放不放你。你站起来跳个舞，让本座考虑考虑放不放你。想不到上仙竟然有如此喜好，那老太婆只能献丑了。李周军，你喜欢这样的？啊，不是啊。上仙，我跳的怎么样？跳得不错。你和血祖怎么认识的？回上仙，是血祖分身当初找到我，以武力强行让我屈服，并且让我帮他饲养魔物。想来这魔物就是为他准备的肉身。届时只要魔物成型，他分身再依附在魔物身上，便能长久行走人间，为祸一方。原来如此，给你个机会，臣服我。此乃誓言大阵，发誓吧。若你敢违背誓言，接下来就要遭受五雷轰顶了。老太婆在此发誓，一心一意效忠上仙。若是违背誓言，天打五雷轰。如此便好。
检测到距离宿主30万里外有身逆天命者，系统发布任务，宿主对其施以援手，将获得奖励。我突然有些事要处理，内魔物交给你了。这种东西万不可存活世间。好，放心吧。下次可不要自己一个人到处乱跑了，可不是每一次都有人来救你的。我知道了，下次不会了。乖。想不到我这个殷家的大少，竟然会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那叶天明不仅将我殷家灭门，还废了我的命根，甚至就连我的妹妹都死心塌地地追随他。我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了，真的是可笑至极。我如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骚年，你想逆风翻盘吗？谁在说话？怎么，难道你就愿意带着这份屈辱去世，并且让你的妹妹一直生活在你们杀父仇人的身边，当一个贤妻良母吗？我不愿意。有这个想法就很不错。请上仙收我为徒。不急，此丹名为速脉丹，可以重新帮你凝结经脉。多谢前辈此丹。李周君还是将葵花真经授予给殷志涵。欲练其功，必先自宫。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少年，本座倒是好奇，你将来能走到什么地步？多谢前辈。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对逆命者施以援手。系统发放奖励：元婴元胆修为。系统继续发布任务，宿主出手帮助殷志航报仇，宿主将获得真仙特效。本座突然改变主意，准备出手帮你报仇。多谢前辈。可是晚辈实在不明白，晚辈身上还有什么值得前辈看重的？前辈，你若想对我做什么，那就来吧，我不会反抗的。你在想什么啊？本座可不是你想的这种人，给本座站起来。本座帮你顺心而为罢了。你若真想报答本座，便好生修炼，将来为本座办事。晚辈明白。史师姐，苏师妹，上次见面我们还是在升仙山上，没想到过去这么一段时间了，苏师妹还记得我？当然记得啊，毕竟水师姐你这么漂亮，可没你优秀，竟然拜入道天宗最年轻的渡劫强者门下。想必你将来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南心中暗赞，师傅牛逼。水师姐，你突然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想必苏师妹也知道我是水月皇朝的公主吧？水月皇朝出现了一处冰水秘境，但只有身怀极品冰属性和极品水属性或更高品级的灵根的2个修士联手之下才能进入。所以，师姐，你是想让我和你一起去这个秘境吗？没错。好，师姐，你等我一下。开山宗段无涯见过道友，道友来我开山宗所谓何事啊？这青年是谁啊？老祖竟然如此恭敬对待。不错啊，老祖可是元婴境的大修，会如此对待这青年，那么只有一个解释了，那就是这青年也是元婴大修。好年轻的元婴大修，而且长相竟然如此儒雅。师妹，你别想了，你不配。来要一个公道。哦，这莫非我宗弟子有人得罪了道友？我是来为他讨个公道。二位随我到宗内入座吧，我开山宗也是名门正宗，若是门下弟子有人做出不耻之事，老朽绝不包庇。好，我等拜见老祖。小子，大殿坐着的那青年，老夫看不透，指不定是位虚仙。老夫要陷入沉睡，绝对不能被他发现。虚仙？小友，你有什么委屈可以开始了。叶天明，我殷家被灭门的那一晚，你在干什么？我正在前往开山宗的路上，准备拜入开山宗门下。怎么了？你该不会想说我一个炼气修士灭了你们殷家吧？我殷家就是被你所灭的。
你当初施展秘术，爆发筑基圆满的修为，不仅杀我殷家满门，还夺走了我殷家无数财宝。你敢不敢打开你的储物法宝，看看里面有没有我殷家的东西？凭什么？就凭你三言两语吗？为什么我要把储物法宝打开给你看？你算什么东西？我看你就是不敢。叶天明，本座说一句话吧。前辈您说，晚辈洗耳恭听。你也说了，你愿意为殷妙妙付出一切，那你就把你的储物法宝打开，让殷妙妙一个人查看如何？你都能为殷妙妙付出一切了，这点小事应该不会做不到吧？哎，小子，看来躲不过了，那就只能全力一搏了。把你的身体交给老夫吧。元婴境圆满？怎么可能？终于出来了。想跑没那么容易。九品飞剑，大成真仙。什么真仙？不，老夫不甘心呐！我等见过上仙。晚辈先前一直以同辈和上仙自居，还望上仙恕罪。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奖励真仙特效。真仙特效，宿主一念之间，天地呼应。起来吧，不必多礼。系统，我这可没有运用修为，为何这些雨水会绕开我？真仙之体为无垢之体，自然凡尘不近身。所以我是真仙了？我怎么不知道？你当然不是真仙，这些都归于真仙特效的功效。哦，原来如此。竟然是淡出一丝灵性的杂草，相遇便是缘分。如今本座便帮你一把，把这石头搬开吧。宿主如此有爱心，系统随机奖励聚灵阵法。哈，这都可以啊？系统检测到此草颇有灵性，发布任务，宿主帮助这棵草刻下聚灵阵，助它修行，以此种下善果。奖励：日后这棵草若是修炼有成，自然会找宿主报恩。系统，你这意思不就是让我收一颗棋子吗？就连奖励都这么随意，我也是醉了。本座再送你一礼吧。小家伙，日后修行有成，定然不可作祟，否则本座亲自斩了你啊！先生是在此处躲雨吗？正是。正好我的背上有多出的一把雨伞，先生若不嫌弃，可将就日用用。那便多谢了。不过小兄弟这赠伞之恩，李某记下。冒昧的问一下，李先生是准备去江城吗？游山玩水。至于这条路会走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先生倒是快哉！素来听闻此地有山贼出没，妖邪作祟。若先生不嫌弃，就随老夫一同前往江城吧。李某一人独来独往惯了，自己前往即可。二位保重。啊，师傅，你看那棵草，好精妙的阵法，这应该是刚才那位先生布下的。能布下如此精妙的聚灵阵法，刚才那位先生的阵法造诣，只怕举世无双。你能得高人怜爱，这便是你的机缘。不过我们来的突兀，刚才那位先生似乎忘记隐藏这个阵法，老夫便锦上添花吧。好了，阿石，我们该上路了。怒恨，我于子月来了，还不出来迎接？子月，老夫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你收徒弟了？这小子叫萧石。阿石，还不快拜见鲁叔啊！萧石拜见鲁叔。小石不必客气，16岁的筑基。子月，你收了一个好徒弟啊！是啊，你这伤……哎呀，活得够久的了，今日能在离世前再见见老友，也是无憾了。只不过这临死前，我还想看看我那乖孙女的病。
看他好起来。子渊，你可看出我孙女儿什么情况了吗？小丫头先前去了一趟虚仙洞府，虽然人出来了，但小丫头应该在里面触发了阵法，三魂七魄中的三魂被一处阵法留在了里面。不愧是子渊你啊，一眼便瞧出这丫头的问题了。可事到如今，该如何解救这丫头的三魂呢？若实在不行，老夫大不了就闯一闯这虚仙洞府，反正老夫也是将死之人了。不可。那怎么办呢？鲁恨，交出从我皇朝偷的至宝，朕饶恕你鲁家满门。虚仙，无恨，你干了什么事情？我孙女儿当初她不是不醒吗？我又听说神羽皇朝内有天羽丹，可让人起死回生，于是我就把他们放在大殿里显摆的天羽丹给盗了。本以为我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你是真的厉害啊，竟然能在虚仙眼皮子底下干出这种事情。你呀，这次闯大祸了。追来的这位虚仙，只怕就是神羽皇朝那位神秘的太上皇羽化吉了。吾皇万岁万万岁！皇权之上，吾乃真仙篇。鲁恨见过太上皇。于子曰，朕听说你是五品灵阵师，倒也是个人才。不过看这架势，你是准备帮那鲁无恨与朕交手吗？朕劝你三思。晚辈自然不愿和太上皇为敌，只是那天羽丹已经被人服用了。什么？你们给谁吃了？我孙女儿，该死！将你孙女交出来，朕便饶了你们鲁家。不可能，冥顽不灵！系统发布任务，宿主报答赠伞之恩，可获得丰厚奖励。李先生，看来于老先生是遇到麻烦了。正好，我可以报答你的赠伞之恩。这位是一位阵法极强的先生，我们有救了。道友，这件事儿还是不要插手了吧，毕竟是鲁无恨盗我神羽皇朝的天羽丹在先。李某也不想插手，可奈何于老先生对我有赠伞之恩。不如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承诺，可在你神羽皇朝即将覆灭之时出手一次，如何？我神羽皇朝覆灭时，你可出手一次。道友可不要说大话呀，只怕我神羽皇朝还没覆灭，你就先陨落了吧。不要不识好歹啊！真仙，小老头愿意放弃天羽丹，还望上仙恕罪。小老头方才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上仙，还望上仙恕罪。不知我的一次出手可否抵了那颗天羽丹？当然，当然。既然如此，那就这么说定了。倘若你神羽皇朝遇到危机，便点燃紫香，我自有感应。多谢上仙。若你没事了，就走吧。好，上仙若是哪日降临神羽皇朝游玩，可要通知小老头一声，好让小老头准备准备迎接上仙呐。好。皇权之上，吾乃真仙篇。上仙，于老先生为好友两肋插刀，李某佩服。上仙面前可不敢以老先生自居，上仙这不是折煞老头我吗？不必如此在意这些细节。这送伞之恩，李某报答了，也该走了。上仙真是好性情，于老头羡慕。多谢上仙此次出手。若上仙不嫌弃，可否移驾我鲁家府邸喝杯茶，好让鲁老头好好的感谢上仙一番。也好。师傅，你没事吧？李先生，小友又见面了。对啊，
你这徒弟运气可真不错，看起来这位真仙对他的印象不错，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呐。是啊，这里似乎有某种阵法。李先生好眼力，正是于老头先前布置的阵法。因为我孙女儿她的三魂被留在了一处虚仙洞府之中，所以卢老头才拜托紫月出手帮忙。原来如此，不知卢老先生的孙女现在情况如何？方才还差最后一步，不过神域皇朝的那位太上皇来了。那李某这时来，怕是打搅了二位。李先生，哪里的话，李先生能来我鲁家做客，是我鲁家高攀了先生啊。还望李先生原谅李老头冒昧，于老头对此事把握不多，还望李先生在旁指点一二。系统发布任务，观摩于紫月出手，宿主将获得灵阵修为9品灵阵大宗师。那李某就见识见识于老先生的手段吧。卢老先生，你这孙女是太阴之体啊。先生说的对，卢老头的孙女儿正是太阴之体。看来卢老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是想让李某将这位小姑娘收为弟子吧？李先生，老头这不是时日所剩无几吗？就想着让我这孙女儿在我走后有个牢固的靠山。美女徒弟太阴之体篇。发现太阴之体存在，建议宿主收为弟子，将获得丰厚奖励。既然如此，李某也不好拒绝了。所以，李先生，您是要收我孙女为徒吗？没错。多谢李先生。于老先生，还请出手把这丫头的三魂给召回吧。先生稍等。宿主观摩成功，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宿主获得灵阵境界9品灵阵大宗师。还好还好，老头布的这招魂阵成功了。我孙女已经好了吗？正是，就算我实力不济，不是还有李先生在场吗？你慌什么？对，有李先生在，自然没事儿。我们出去吧，就别打扰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先生说的是。阿石，你老实回答师傅，是不是喜欢上了鲁家丫头？师傅，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上那鲁家丫头了。师傅倒是支持你，但是今后你得更加努力修炼。毕竟你想要娶人家，至少不能连保护人家的力量都没有吧？这样的话，你凭什么娶人为妻？师傅可要提醒你一句，那丫头拜入李先生门下，将来虚仙之境都是最少的。师傅，那位李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头啊？为何你和鲁叔都对他如此尊敬？那位李先生是逍遥世间的存在。逍遥世间，也就是什么地方都能去。那些禁地，这位李先生也能去吗？是啊。丫头，你可终于是醒了，这可把爷爷我给愁死了。爷爷，这位是？这位先生是你将来的师傅。啊？啊个屁呀！你这丫头还不快起来行礼拜师！美女徒弟太阴之体篇。不急，芷宁才刚醒，现在让她好好休息才是。先生说的是。好了，李某就不打扰二位叙旧了，我出去街道上走走。先生慢走。爷爷，我爹和我娘呢？你这丫头自从在这虚仙洞府出来后，就开始昏迷不醒。你爹和你娘亲自出门，在青州各地求访高人。不过这姜还是老的辣，你爷爷直接把你于爷爷这位5品灵阵师给叫了过来。虚仙洞府，和爷爷说说，你在这虚仙洞府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是那阵灵，他看出我是太阴之体，想要将我整个人留在洞府之中，他想要夺舍我。
但是虚仙洞府之内有位白衣姐姐出手把我送了出来。该死的镇灵！爷爷，那镇灵至少有着化神境圆满的修为，你不要去找他麻烦，我们惹不起的。放心，爷爷有分寸。对了，爷爷，刚才那位是谁？你为什么对他如此尊敬？你说那李先生啊，爷爷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你拜他为师就是天大的机缘。记住爷爷说的话，拜入李先生门下之后啊，定要好生修炼。你之前都不认识这位李先生，还敢让我拜他为师啊？这位李先生为人很不错的，爷爷心里清楚。可以不拜师吗？我想留在家里，而且有爷爷教导我修炼就够了。你这丫头，你可不要不识好歹。若是李先生想要收徒，排队的人能排满整个青州，你相信不相信？美女徒弟太阴肢体篇。可是我只想留在家里孝敬爷爷呀。你这丫头，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和你爹娘也不能护着你一辈子，只有你自己强大了，我们才会放心。再者说，待你修为强大起来，那不是想怎么孝敬爷爷就怎么孝敬爷爷吗？好，那我就好好修炼，以后保护爷爷还有我们鲁家。不错，小丫头有志气。那丫头的气息似乎就在这里，没错，就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怎么可能？那镇灵怎么可能出虚仙洞府？检测到虚仙级邪恶镇灵，准备对宿主的未来女徒弟下手。系统发布任务，宿主驱赶此物，将获得丰厚奖励。这镇灵贼心不死啊！小小御剑手段，就以为能奈何得了我？操！9品仙剑！我不甘心啊！恭喜宿主成功消灭邪恶虚仙级镇灵，系统发放奖励6品极寒剑阵，系统发放奖励化神境中期修为。极寒剑阵6品灵阵，可困杀虚仙级强者。那镇灵的气息消失了。不愧是真仙强者呀，当真是恐怖如斯啊！昨晚之事，多谢李先生出手了。无碍，举手之劳罢了。先生莫要客气，若不是先生出手，我鲁家将会在一夜之间灭门。先生，我已经吩咐好了下人备好早点，先生移驾即可。那李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第25集，系统奖励露天剑法。先生稍等，我这就把那个丫头叫来，拜师行礼。我辈修士不拘小节，只要那丫头认我做师傅，这些礼节可以免了。先生不拘小节，有老头佩服。芷宁见过先生，爷爷。你这丫头还叫什么先生？叫师傅。啊，师傅。好，那从今往后就是我李某的徒弟了。你叫我一声师傅，我便送你一个见面礼吧。此乃极寒剑阵，在你遇到危机时可自行触发。一念之间布下6品阵法，不愧是真仙强者呀，当真是恐怖如斯啊！多谢师傅。恭喜宿主收徒成功，系统发放奖励露天剑法。系统发放奖励太阴真经。露天剑法分3式：开天、斩天、露天。太阴真经，太阴之体的专属功法。这露天剑法的名字听起来很中二，有没有？系统，你是起名废物吗？宿主不要胡说八道，小心你没有小丁丁。师傅，请问我可以晚几天再走吗？因为我父亲母亲过2天回来，我想看他们。自然。哎呦，我怎么差点忘了这事儿了？你这丫头，后天带着李先生去逛灯会，知道没有？好。
还有啊，你这丫头要好好的谢谢先生。昨晚若不是先生出手灭了那虚仙，我们鲁家现在已经没了。芷宁多谢师傅昨晚出手救我鲁家。不必多礼，要报答为师的话，就好好在后天给为师带路。芷宁明白。芷宁啊，爷爷说你醒了。爹，哈哈哈哈！好丫头，你可终于醒了呀！你昏迷这段时间，你爹和你娘我可是走遍了大江南北，去给你找高人去了。是于爷爷出手把我救醒的。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对了，爹娘，爷爷让我拜师了，可能过几天我就要和师傅离开鲁家了。这么突然？哎，小鸟终归是要飞在天上的，以后你这丫头可要好好跟着你师傅修行。你爷爷的眼光我们是知道的。第26集。对了，爹娘，你们不在的时候，有虚仙来犯我们鲁家，可是我师傅出手了，杀了这个犯我鲁家的虚仙。什么？好丫头，届时跟着你师傅，定要好好修行，相信你将来绝对一片光明。不错。对了，丫头，你那位师傅人现在在哪儿啊？我师傅现在就在咱们鲁家的客房住着，不过他可不老，相反还很年轻，长得也很温文尔雅。你这丫头就不懂了吧？修士怎么可以用外貌来判断年龄？就比如你娘，其实啊，她比我大了30岁，现在不也像是个小姑娘似的？鲁发生，你要死啊！丫头啊，带我们去见见你师傅吧。芷宁见过师傅。鲁发生拜见前辈。刘婉儿拜见前辈。想必二位便是芷宁的父亲和母亲了吧？不必多礼。回前辈，我们正是鲁芷宁的父母。二位找李某可是有什么事情？回前辈，我们是专门来拜访前辈的。有劳二位了。二位放心，芷宁既然已经是我的弟子，那么李某自当用心教授。多谢前辈。小女若是有什么得罪前辈的地方，还望前辈海涵。二位现在还是去看看卢老先生吧，李某这也没什么好看的了。好，前辈，那我们先行告退了。丫头，你就在这儿好好陪陪前辈。好。爹，我们回来了。爹，您的伤势真的就没有指望了吗？若是有指望就好了。行了，你这臭小子，如今怎么说也是鲁家的家主了，现在不要老哭哭啼啼的，人没成仙总有意思，不过是早死晚死的关系罢了。哎呀，爹，您这要是走了，芷宁那个丫头知道了，也不知道会多伤心呢。本来我就没打算和那个丫头说，我只希望她以后可以独当一面。老夫走了，对那个丫头能瞒多久是多久吧，万不可扰了她的修炼。爹，您放心吧，这个我知道的。其实啊，老夫不说，你们应该也看出了芷宁体质了吧？啊，这丫头是太阴之体，所以才能够被合体境的大修士看上，视为徒弟。合体境，该是前些日子那些过来救治过芷宁的人，把他太阴之体的事儿给说出去了。老夫眼线听说呀，金阳圣宗的宗主今日已经赶往了江城，想必你们也知道，他的儿子据说是火灵体，若是与芷宁双修，极有可能成为大日圣体，这可如何是好？那金阳宗的宗主，那位金阳圣主，据说已经是合体之境的修为了。无碍，想必李先生，也就是芷宁的师傅，应该不会袖手旁观的。爹，您确定吗？这位大修士真的愿意为了一个刚收的徒弟，得罪了金阳圣主这位合体大能？第27集，金阳圣主。无碍，想必李先生应该不会袖手旁观的。爹，您确定吗？这位大修士真的愿意为了一个刚收的徒弟，得罪了金阳圣主这位合体大能？你知道这位前辈究竟是何方高人吗？不可说，不可说。师傅，你看，这就是我们江城的灯会了。不错，很是热闹。鲁姑娘，好久不见呐。何发阳，今日我没空理你，识趣的你赶紧走开。鲁姑娘，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就伤心了。在这江城，咱们都是名门望族，乃是实打实的门当户对。你我二人若是结成夫妻，可谓是强强联手啊！江城何家算个屁呀！找死！
原来是圣主和云少宗主啊！刚才何某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二位，还望二位不要见谅才是啊！滚！是，小的这就离开。切，废物东西！你就是卢芷宁吧？我是，多谢少宗主出手帮助。不用客气，听说你是太阴之体，若是你没意见，就和我结为道侣吧。我父亲今日便会向你们鲁家提亲。小丫头，今日跟着我们回金阳圣宗，待你成为无儿妻子之时，我金阳圣宗必然不会亏待于你。二位心理算盘打得很响啊，劝你们一句，收起你们的小心思，赶紧滚蛋。你是何人？敢与本少宗主这般说话？你不要你这条贱命了吗？我是卢芷宁的师傅。哼，你一个小小凡人也能做太阴之体的师傅？来，从这里爬过去，饶你不死。哼，你一个小小凡人也能做太阴之体的师傅？来，从这里爬过去，饶你不死。阁下，当着本座的面揍我儿子，怕是有些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你管教不严，我替你管教你的儿子，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哼，云某今日必定要带走此女，你若是要阻拦，就别怪云某不客气了。呵呵，看来今日是免不了一战了。爹，杀了他！怎么可能？不知阁下究竟是哪位？以阁下的实力，早该名震青州才对。道天宗云居山主李周君。云居山主？云居山主？云居山主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还有，云居山主基本上都乘坐九江孽出门。云阳，不得无礼。山主，在下教子无方，还请山主见谅。这次回去，我便好好教育犬子，还不过来给山主还有真传赔罪。山主大人，还有这位鲁真传，对不起，我错了。行了，今日本山主可以当做闹剧结束，但是今后你们得答应本山主一件事情。好，你们可以走了。云居山主，告辞。多谢师傅出手。何为师不用这么客气。对了，你还有一位小师姐，回去之后你们可要好好相处啊。弟子明白。唉，看来今日是不能继续游玩下去了。这金阳宗的父子真是扫兴。你今日回去后，好好和家里人道个别，明日我们便回道天宗了。好。丫头，以后爹娘不在你身边，一定要好好的听你师傅的话呀。娘，你放心，日后好好修炼，爷爷等着你成为强者啊！爷爷，我要骑大马。哎呦，我的乖孙女儿，想骑大马还不简单？来，到爷爷脖子上来。好诶！诸位，山水何处不相逢？李某告辞了。山主慢走，山主慢走。小丫头走了，家里都要少些生气了。是啊，不过小丫头成了云居山主的真传弟子，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啊。哎呀，是啊。山主好。弟子拜见山主。见过云居山主。这就是青州第一大宗吗？果然名不虚传。李周俊，这段时间干嘛去了？好美啊！我啊，逛了逛青州，游戏一下人间。太阴之体？没错，我新收的弟子。丫头，还不快见过慕容山主？芷宁见过慕容山主。
不用这么客气。为什么你的运气这么好呢？因为你旺夫啊。啊？这玩笑可不好笑啊。对啊，不好啊。哦，对了，苏楠那丫头呢？她和水念瑶去了水月皇朝，准备进入一处秘境。原来如此。师姐，你看那儿，那应该就是上古大宗冰水宗的遗址，我们过去看看吧。好。这里似乎也没有什么宝物啊，我们再找找看看吧。我刚刚好像看见画像上的老者眼睛动了动，不可能吧？这上古大宗已经灭亡很久了，画像上的人貌似正是冰水宗的老祖冰水道人。姐，想不到竟然还有人记得老祖我。是谁？冰水道人。不错，正是老夫。我等见过前辈。两个小丫头，不用客气。圣品冰灵根，极品水灵根，不错不错。前辈谬赞了。两个小丫头，你们是我成就冰水法体的最后一步了。老夫等了1000年，你们可终于来了。前辈，你这是什么意思？也不怕告诉你们两个小丫头，老夫筹备万年之久，你们是来此地的第99对冰水灵根，而之前进入此地的人已然被老夫炼制成为了冰水丹，唯有凑齐99颗冰水丹，老夫才能重组肉身，以无敌之姿降临此方世界。什么？我们是青州道天宗的真传，你若是杀了我们，道天宗定然不会放过你的。哼，笑话！老夫杀了你们，重组肉身，修为即将大成。别说青州了，就是所有青州的高手加在一起，也休想找到老夫。你们两个小丫头，就不要做无所谓的抵抗了。要死了吗？可是我还想再吃一次师傅做的饭菜，虽然会晕，但是真的很好吃啊！就拿你这小丫头开刀吧。哪里来的邪魔歪道，竟然敢对本山主的弟子动手！师傅，虚仙境的分身，若是真身来了，老夫倒是会头疼一下。但你一个小小分身，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老夫虽然肉身陨毁，但即便是元神，也是有着合体之威的。既然你这分身来了，那也成为老夫的养料吧。找死！圣品冰灵根，老夫已经等不及了。圣品冰灵根，老夫已经等不及了。师傅，云居山主，你想伤我徒儿？嘿嘿，一道分身而已，老夫只待你分身能量耗尽，你的徒弟一样是我手中猎物。你这样说的确是一个办法，可是你却高估了你自己。九品仙剑，这怎么可能？二位无碍吧？无碍，多谢云居山主出手相救。多谢云居山主出手相救。都是同门，不必多礼。小丫头，和为师的飞剑一起回来吧。好，水师姐，我就先回到天宗啦。苏师妹，对不起，这次若不是你师尊出现，我们二人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没关系啦，毕竟水师姐你也不知道这里有危险的嘛。多谢苏师妹。为师没想到云居山主的修为竟然到了如此程度，我们苍兰山断然不能与云居山交恶。师父的话徒儿记住了，
那便好，看起来你与苏南关系不错，可以和他多走近一些。好。师傅，这是你的师妹卢芷宁。师姐好。啊，是鲁师妹啊。苏南，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晚点带你师妹熟悉熟悉我云居山。师傅放心，这件事就交到我身上了。为师要闭关一段时间，你二人可要好好相处啊。那必须的。你这丫头，不要总是毛毛躁躁的。哪有？父皇，大连皇朝的人最近愈发蠢蠢欲动了，似乎要对我们神羽皇朝动手了。你慌什么？哎呀，父皇，我能不慌吗？大连皇朝要是对我们神羽皇朝动手，我们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呀。哎，淡定。作为一朝之君，遇到任何事情你都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朕给你看一样东西。父皇，你现在都已经放弃了吗？连香都自备好了？你是混蛋玩意儿，咒你爹我死呢！你是混蛋玩意儿，咒你爹我死呢！你是不是欠踹？唉，天不佑我神羽啊！不速之客已经来了呀。多年未见，你还卡在虚仙境中期呢。怎么，铃木，这就坐不住了？你不惧朕？当然。若是你大连皇朝想要我羽化皇朝臣服，就不要多废话，来就是了。看朕怕不怕？有意思。朕给你神羽皇朝1年时间，若是1年没有收到你神羽皇朝的臣服信，朕便亲自出手，打得你神羽皇朝俯首称臣。有本事你就来啊，看看到时候谁怕谁。师妹，我跟你说啊，到天宗附近有可多好玩的地方了。你师姐今天就带你去最近的一个集市逛逛。好。小姑娘，谢谢你啊。不用谢，不用谢。姑娘，你可真是好心人呐！老太我就住在附近，要不你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吧，送我到家可以吗？啊，好吧。多谢姑娘，姑娘你真好。想不到在这集市还能遇到这邪修，这2个小丫头怕是凶多吉少了。不过这2个小丫头，一个是上品冰灵根，一个是太阴之体，倒是可以结个善缘，出手帮他们一把也无妨。老奶奶，这就是你家了吗？到地方了，我们就走啦。2位姑娘，你们是好心人呐，不求回报的把老太我扶到了家。你们给老太一个面子，进屋让老太给你倒杯热茶吧。这……娘，你回来了。大瓜，要不是这2位姑娘出手相救，你娘我都要死在路上了。小姑娘，老太我想在临死之前抱个孙子，可是我这儿没有哪家姑娘看得上，不如姑娘你就帮帮忙吧。小姑娘，老太我想在临死之前抱个孙子，可是我这儿没有哪家姑娘看得上，不如姑娘你就帮帮忙吧。这怎么可以？姑娘，要是老太我死之前抱不上孙子，我可死不瞑目啊。老奶奶，别的事我可以尽力，但我不能牺牲自己来帮忙的。这件事恕难从命，你快起来吧。姑娘，你不答应的话，老太我也只能用点卑劣手段了。金丹修士，姑娘，你就好人做到底，给我儿子生个大胖小子吧。老妖婆，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若我们2人在你这儿出了问题，我们师父定然不会放过你的。既然丫头你这么嚣张，
那么你也成为我儿的小妾吧。你儿子就这傻样，还想三妻四妾？怎么不照照镜子呢？他力齿的小女娃娃，此乃情蛊，只要给你种下，你就会对我儿产生情愫。你是何人？为什么要坏我好事？邪蛊师，很久没有遇到的职业了，想不到在这里能遇到。你们这些人啊，就会一些歪门邪道。你居然知道邪蛊师的职业，看来你也有几番阅历。那你难道不知道得罪邪蛊师的下场都很惨吗？哼，既然你来了，正好凑个数，让我儿子三妻四妾。好身法，但若你就这点本事，今天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你才隐藏修为，姑娘，你若是能走就快走吧。我已经出手了，这件事不管也得管，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小妹妹，接下来姐姐就给你表演一个跨大境界的战斗。狂妄！还是这么弥补境界上的差距吗？小丫头，别看老太我浑身皮肤粗糙，可是我却每日以骨养皮，我这肉身早已堪比化神修士。姑娘，小心背后！你不是喜欢出头吗？想救这两个小丫头？好，那我就当着你的面让这两个小丫头和我儿春宵一刻。你不是喜欢出头吗？想救这两个小丫头？好，那我就当着你的面让这两个小丫头和我儿春宵一刻。呀！你想伤我徒儿？这是什么？极寒剑阵！哇！师傅，你们两个小家伙真是不让为师省心啊！我和师妹见这老太可怜，就扶她一把，谁知这个老太婆是个蛇蝎心肠的人啊！今日之事也算是对你们的磨练了。晚辈见过前辈。你是？师傅，这位姐姐是刚刚出手救我们的，她刚才为了救我们，都差点被这老妖婆给杀了。原来如此，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晚辈穆红颜。此物你收着，待你遇到危险之时，可将此物捏碎，本座自会现身。多谢前辈厚爱。回来的路上小心一些。好。两个小丫头，可真是一点也不省心啊！云居山主可在？陈长老大驾光临，所为何事啊？山主，长老不必客气。宗主叫你前去道天殿议事。好，我这就过去。哎呀，想不到啊，曾被誉为道天宗废柴的云居山主，如今却是我们道天宗的顶梁柱之一了。这世界真是充满了变数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大家都聚于此地啊？是云州的太虚宗，他们的长老萧元怀，此人百年渡劫，为求无敌道路，已经是先后挑翻了雷州圣雷宫、江州的浩瀚剑宗、灵州金灵寺三个顶级宗门的同辈强者。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就轮到我道天宗了。此人太过嚣张，不错，简直是狂妄至极。云居山主，我道天宗百年渡劫，唯有你一人，看来此事就交由你了。系统发布任务：打压萧元怀气焰，打破其无敌之心，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宗主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即便不是他的对手，也不能落我道天宗威严。这位云居山主可真爱扮猪吃老虎，你都真仙了，随便拿捏这个萧元怀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萧元怀天赋很高，为人也很嚣张，
小意思。我先回去看看我那2个徒儿回来没有。好。青州道天宗，萧元怀10日后登门拜访，领教贵宗100年内的强者风范。青州道天宗，萧元怀10日后登门拜访，领教贵宗100年内的强者风范。这么大动静，他输了不怕丢脸啊？这就是走无敌路的人，够嚣张。不错，简直是狂妄至极。师傅，你听到了吗？有人和我们道天宗宣战。迎战的人还是你师父我啊？师傅，你打得过他不？你猜？为师还没有传你法门吧？过来。你是太阴之体，为师能给你指点的也不多。毕竟除了基础的修炼，每个人选择的道路都是不同的，一切都要遵循你自己的本心。弟子明白。哦，对了，救下你们的那个小丫头叫穆什么？那姐姐叫穆红颜。什么红颜？穆红颜。师傅，你是不是在逗我玩？被你发现了，那丫头人不错。对啊，不过红颜姐走的时候说她要去玉龙宗办一件事情。玉龙宗？玉玲珑，我来找你了。大胆，竟敢直呼少宗主名讳！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这脾气还是一点没变呢。能接下我一鞭，说明你实力不弱。告诉我，你是谁？怎么不记得我了？本少宗主一生见过多少天之骄子，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独独记得你？贵人多忘事，你当初杀了我的弟弟。我倒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小女乞丐呀！怎么，现在找我报仇来了？想不到啊，短短几年时间你就修炼到了金丹境，看来本少宗主今天得出手以绝后患了。今日必杀你，狂妄的丫头！看我长得比你好看，就嫉妒了，想要毁我的容吗？你说的没错，我不仅要毁你的容，我还要将你击败，然后把你丢在一群猪老般的大汉群里，让你体验生不如死的快乐。真该死！这来找少宗主的姑娘，一看天赋就很强啊，可惜了这副脸蛋了，她竟然敢得罪少宗主！快闭嘴吧你！当着少宗主的面，你敢这么说？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你！玉玲珑，过了几年时间，你是真的一点进步都没有啊！找死！你父亲好歹也是虚仙强者，怎么能生出你这么一个天赋弱小的女儿呢？你该不会不是你爹亲生的吧？我要杀了你！爹，这个女人不是个好东西，爹，你快杀了她！闭嘴！爹，这个女人不是个好东西，爹，你快杀了她！闭嘴！爹，你吼我！姑娘，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女儿杀了我弟弟。玲珑，这位姑娘所说可属实？不对劲儿啊！我没少干杀人放火的事情，怎么今天爹就认真了呢？爹，当初我也是无意的。好，你杀了人，那就该罚。为父罚你去思过崖，面壁3年。爹，还有，与这位姑娘道歉。什么？对不起。姑娘，这处罚你可满意？你都已经做出决定了，我的话管用吗？姑娘的脾气很像我已经去世的妻子。事已了，玉宗主告辞。姑娘为什么着急走呢？你要干嘛？姑娘，你年纪轻轻便修炼到了金丹境，可见你天赋无双。也只有你这等天资聪颖、倾国倾城的女子，才配做我的夫人。玉宗主，你不觉得你的话很搞笑吗？你女儿杀了我弟弟，你还想要娶我？你脑子怕不是有病吧？姑娘的脾气
我甚是喜爱呀！普天之下，想要给本座自荐枕席的女子，可是数之不尽呢。你若是不识趣，可不要怪本座用强了。真以为我怕你不成？得罪了。这究竟是什么大能，居然能够爆发出如此强悍的气息？方才还明朗的天空，竟然直接暗淡了下来。太恐怖了！莫非是传说中的真仙吗？云居山主，竟然是那位青州最年轻的渡劫强者云居山主！哟天哪，这位姑娘竟然有云居山主做后盾，难怪她敢孤身一人闯我玉龙宗，原来认识这等强者。若是云居山主发怒，我们不就完了吗？小姑娘，又见面了。打扰山主清修了。何来打扰之说？这小丫头救了我徒儿，不知玉宗主可否看在本山主的面子上高抬贵手？李山主亲自出面，在下若是不给山主面子，岂不是太不像话了？若事先知道这位姑娘与李山主有关系，玉某自然以玉龙宗最好的礼仪相待。听说玉龙宗最近有一处秘境要开启，正是。那好，你们玉龙宗既然先前对这丫头有过失礼，那自然要赔礼。我看你们玉龙宗就拿出一个名额当做赔礼，给这丫头如何？这，自然可以。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本山主帮你要下这名额，但是进入秘境之后，你依然需要和玉龙宗的弟子竞争。倘若你实力不济，错失此机缘，那怪不得别人。多谢山主，山主的话，红颜谨记在心。云州太虚宗，萧元怀来访贵宗。听说贵宗有位云居山主40岁渡劫，萧某想要领教一番。云州太虚宗，萧元怀来访贵宗。听说贵宗有位云居山主40岁渡劫，萧某想要领教一番。来者是客，萧长老何不进来坐坐，让我到天宗尽一下地主之谊后再谈比武如何？你是何人？老朽幽然山山主，专门负责道天宗的待客之道。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就是云居山主呢。萧长老说笑了，云居山主玉树临风，糟老头子我可比不上啊。那萧元怀已经来了，搞了这么大阵仗，真以为他很厉害不成？待我突破渡劫，非要找他好好较量较量不可。宗主，我去会会他。小心一些。宗主放心，李某断然不会给宗门丢脸。萧长老，听说你找我。云居山主，你就是云居山主？正是在下。果然是英雄出少年，便让萧某领教领教云居山主的实力吧。好恐怖的力量！这萧元怀难怪能连败3大顶级宗门的年轻渡劫强者。云居山主若是拿出全部实力，只怕这萧元怀连一息的时间都撑不过。竟然能接下我一拳，云居山主，你名不虚传。云居山主，你然把这厮玩弄于股掌之间了。不错不错，云居山主看起来明显是游刃有余，每次这萧元怀的凌厉攻势都是被其轻易化解。云居山主虽然天资无双，可以说是盖压了整个青州乃至其他州，但到底还是太年轻。不错，但是我明显的感觉到，这萧元怀是渡劫境初期，而云居山主的实力最起码压了他一个小境界。很明显啊，云居山主虽然修为抵达真仙，但确实战斗经验不丰富。现在这是拿萧元怀练手啊。
云居山主，请你不要侮辱我，拿出你的全部实力，直接把我击败，可以吗？我打了，我认输。云居山主，我承认你天赋很高，我比不过你。但是你若是和我为同一境界，我定然拿下你。萧某告辞。哎，等等。云居山主，我承认你天赋很高，我比不过你。但是你若是和我为同一境界，我定然拿下你。我不会因为这次的失败而感到沮丧，我会争取修炼到和你同一境界，再与你一战。萧某告辞。哎，等等，怎么？我今年46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打破萧元怀无敌心。系统发放奖励：化神境圆满修为。系统发放奖励：反虚丹。系统发放奖励：遮天法相。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死在沙滩上。云居山主，期待我们下次一战。云居山主威武！云居山主此次立了大功一件。李某身为道天宗的一份子，做这些事情都是应该的。不论是问姻缘，师傅，还是来求不错不错。系统发现千里外的暗渊出现异常，宿主身为道天宗强者，应当前去调查，将获得丰厚奖励。你就在此地稳固一下修为，为师要出门办点事情。好的，师傅。咦，小伙子，此地可不是寻常人能够进入的。之前已经有不少的修士在其中丢了性命。老先生都敢来此地，在下为何要怕呢？看来老夫的劝告，这位先生是不会听了。不知老先生可知这暗渊奥妙？倒是知道一点儿。此地10日之前还是山清水秀，可突然之间却乌云聚集，将此地化为禁地。老夫的大徒儿来此调查，却没了音讯，不得已之下，老夫才来此处。那你不怕你这小弟子？是我自己强烈要求来的。这不是一般的石头。哼，小小一人，也敢在本座面前作妖？老朽微火真人，敢问道友名讳？原来是微火真人，在下道天宗云居山主李周君。你就是云居山主？老朽有眼不识泰山，山主见谅。真人不必在意，有云居山主在此，这暗渊不过是个笑话。真人说笑了，正所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倒是真人的灵活，可谓是出神入化。黑关挡路，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啊！黑关挡路，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啊！山主稍等，待老夫破了这口黑关。不想死的话，就不要招惹这口棺材。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棺材里面躺的是什么？是什么？总不能是真仙遗体吧？里面躺着的是我的夫君灵皇。莫非你就是灵朝的天后？正是。原来是天后在此，那这眼前又是什么情况？我夫君的遗体被人炼制成了傀儡，也就是说，此地是人为制造。究竟是什么人，竟然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不知道。夫君，师傅，大意了。这灵皇死后的肉身依旧强悍啊！
原来是你，这暗渊是你搞出来的吧？不是我，不是你，你斗本真人呐！你说不是你，为何被炼制成傀儡的灵皇不攻击你？我说了，不是我。天后，老夫将灵皇复活，你应该很感激老夫吧？你为何要将灵皇尸身炼制成为傀儡？你夫君杀了本座的儿子，你可知道？你儿子步入歧途，屠城修炼，难道不该杀吗？该杀，但是又如何？老夫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夫君断我香火，本座就将他的尸身炼制成为傀儡，供我儿容身。不可救药。怎么，我的天后大人，舍不得对你的夫君失手下手吗？老匹夫，你将我徒儿如何了？要炼制傀儡可不容易，需要大量的修士精血。找死！灵皇的尸体真是强大，即便是死了，未能依旧是合体境中的佼佼者。你很得意吗？你不害怕？为什么要怕？果然是什么样的师傅教出什么样的徒弟啊！你徒儿临死之前报出了你的名号，死了都不敢相信，本座真的敢动手。找死！老朽恳求山主出手，灭杀此僚，还我青州朗朗乾坤。山主，莫非是道天宗的强者？你是何人？这位便是云居山主。国师，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云居山主？这位便是云居山主。国师，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云居山主？云居山主，此事乃是老朽与灵朝的恩怨，还望山主不要插手。此事没这么简单吧？只怕幕后黑手并不是你吧？老实交代出你背后的人，本山主可以考虑让你死得痛快一些。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吧？云居山主目光如炬，的确是我让国师这么做的。我很好奇，灵朝已经在你的掌控之下了，为什么还要把你丈夫的尸首翻出来，炼制成为傀儡？山主，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哦，难道你就不怕本山主发怒，一剑砍了你？山主，若是我没有底牌，会选择在道天宗千里的位置布下暗渊吗？有意思。本山主就要看看你的底牌到底是什么。九品仙剑，你是真仙？亮出你的底牌。拜见魔主大人。这具身体很不错，真仙。你是什么东西？魔戒，阿珂魔主。魔戒？想不到本座一来此界，就能遇到人族的真仙，就让本魔主见识见识你的实力。卧骨刀。这就是真仙级的强者交手吗？这云居山主竟然真的是一位真仙！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调查暗渊。系统发放奖励：李小龙截拳道系统改编版，登峰造极程度。这是什么招数？有意思。此招若是踢在肉身膝盖上，他这条腿都会废掉。真仙级的强者交手，光是法相之间的碰撞便如此恐怖。这二人其中随便一位的法相，都足以横扫青州乃至整个天元界的亿万生灵了。好，
斩得痛快。部长，我说你好歹也是一个强大的真仙，怎么竟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不能让我把话说完，能不能讲点武德？你都要入侵我天元界了，我为啥要听你把话说完啊？为啥要和你讲武德？部长，我说你好歹也是一个强大的真仙，怎么竟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不能让我把话说完，能不能讲点武德？你都要入侵我天元界了，我为啥要听你把话说完啊？为啥要和你讲武德？这说出你的名字，本魔主很欣赏你。想必你也与本座一样，因为无敌所以寂寞。但是今天你有本座了，你不孤单。这家伙说话怎么叽里叽气的？你要是真觉得自己无敌，可以飞升仙界啊，那里强者多。仙界吗？本座迟早会去的，也会征服仙界，但不是现在。好了，你不愿意告诉本座你的名号也没关系，因为本座已经记住你了。此界能出一位你这样的强者，值得本座尊敬。下次再见时，希望你也能进步。哎，等等，你且记住了，本座名号萧元怀。萧元怀，好的，萧元怀，本座记住你了。山主，真人弟子遇难，还望节哀顺变。这是他的命数，他命中有此一劫。我辈修士刀口舔血，生死早已看淡。真人有此心态就好。想不到啊，我青州大陆卧虎藏龙，这位云居山主更是比传闻中恐怖多了。若真的只是40岁，那就太恐怖了。将来飞升仙界，那也是各大仙界势力争抢的好苗子。师父，为何云居山主已经到了真仙修为，还没有飞升仙界呢？很有可能这位云居山主在累积灵力，怕是想要在彻底将灵力转换为仙灵力的时候冲击更高的境界。原来是这样啊。发现气运之子，触发选项：1. 选择救起气运之子，并且成为他的老爷爷，宿主将获得虚仙级修为。2. 选择视而不见，当做什么也没发生，什么奖励也没有。那我肯定选第一个啊，靠我自己修炼，还有挂机修炼到虚仙，也不知道要修炼到猴年马月了。我死了吗？原来死了是这种感受啊！只有下半身热得发慌，连我这上片火灵根都热。我死了吗？原来死了是这种感受啊！只有下半身热得发慌，连我这上片火灵根都热。骚年，你醒了？啊！我没死。遇到了本座，你怎么可能死？江小白，多谢前辈救命之恩。你且起来吧。是，前辈。拜我为师吧。啊？妈，你不愿意？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虚仙修为。好，起来告诉为师，为什么会被人扔下山来？师父，实不相瞒，我是大陆城江家主脉的少主。可是支脉的那群贼人见我父亲意外重伤，便想要联合大陆城的张家，将我江家主脉取而代之，从而掌管我江家主脉在大陆城的所有商铺资源。要不要为师出手帮你报仇？
师傅，我要靠自己报仇。那你打算怎么复仇呢？这……你要去做什么就去做吧，为师在你身后，不要怕。多谢师傅。大家主，你如今重病在身，少家主又失踪了数日。若是江家的主脉没有一根定海神针在，怕是不仅主脉要乱套了，就连各个支脉也要乱套了呀。怎么，江算经，你这就忍不住想要坐上我屁股下的位置吗？大家主说笑了，我这也是为了咱们江家好啊。大家主，江家已经风雨动荡，不可一日没有主心骨啊。江算经，我很好奇，你是付出了什么代价，让张家成为你的助力的？江算经，少家主，少家主。也很意外，我还活着。少家主，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我怎么听不明白呀？装，你是真会装啊！你儿子将我打成重伤，废掉经脉，推下悬崖，这些你不会不知道吧？少家主，你这是在说什么呢？你现在不是正完完整整的站在这儿吗？哪有被废经脉呢？若不是我命大，可能我现在真的已经如你所愿的死了。也不怕挑明了说，大家主如今重伤，实力实不存一，如何带领我江家与其他家族抗衡？那我就说的再直白一点，今日这大家主之外，江安浪让给我得让，不让给我也得让。那我就说的再直白一点，今日这大家主之外，江安浪让给我得让，不让给我也得让。那可能你今天的算盘是要落空了呀。爹，服下这伸腿瞪眼丸，你的伤势就可以好转了。伸腿瞪眼丸，爹，你相信我。哎呀，少家主，如今已然是神志不清喽，我江家主脉算是彻底的废了呀。若是不尽快重新的选出主脉，我江家甚危呀。老狗，你闭嘴！混账！你说什么？爹，还没搞定啊？江宵雨、张慧兰、江小白，你还活着？张慧兰，你这样做真的好吗？没有你的父亲在你背后撑腰，你什么也不是。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唯利是从是吗？我们可是一起长大的呀。不过也好，至少我看清楚了你的样貌。看清楚又怎么样？你现在什么身份，我什么地位？活着也好，能让你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少家主再体验一次死亡的乐趣，我可是乐意至极呀。怎么可能？这伸腿瞪眼丸真的能够让金丹境的强者伤势迅速恢复？算经，我们来好好算算这件事该怎么了结吧。大家主，我也是为了我们江家好啊。大家主，切勿听信这丝谎言。若是大家主此刻伤势未恢复，这厮已然坐上大家主的位置，剥削我等。为了江家好，是为了自己好吧？爹，这江小鱼亲手将我修为废掉，推下山崖，你去亲手了结了他，给你自己报仇。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处理完你儿子，那么就是你了。大家主，我鬼迷心窍啊！大家主，
求大家主看在我是金丹境的份上，能为家族做一些贡献的份上，让我戴罪立功吧。我发誓，我一定重新改过。这话如着骗鬼呢！诸位家主，江某伤势正在恢复，你们就先回去吧。是，大家主。江家主雷霆手段，李某看得佩服至极。师傅，江安浪拜见高人。哎呀，什么雷霆手段呢？高人说笑了，只是我们这些下层修士才需要这么做而已。江安浪拜见高人。哎呀，什么雷霆手段呢？高人说笑了，只是我们这些下层修士才需要这么做而已。以高人返璞归真的修为，站在那里便足以让人尊敬无比啊！不敢当。可愿随为师回山苦修？徒儿想要自己闯出一番天地。不错不错，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人。赐你一册功法，大日金乌珠，望你好生修炼。弟子多谢师傅。李某告辞了。恭送师傅，恭送高人。啊，怎么会有一姑娘落入我家后山之中？非礼勿视。姚桃，你真的是从仙界下来的吗？大哥，这个问题你已经在这3个月问了1000遍了。主要是你讲的很真实，但是我就是不敢相信。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能不真实吗？我要吃烤兔子。你今天吃了3只了。放心，这次不白嫖，我帮你打下手。别，千万别！上次让你起个火，差点把我的家都烧了。放心放心，这次我有分寸的啦。啊，这是什么情况？是北叔。小姐，老奴奉老爷之命来接小姐回家。北叔，父亲怎么样了？自从小姐遇袭，老爷已经3个月没有休息了，一直在不断搜寻这3000界，寻找小姐下落。直到昨日搜寻到小姐下落，老爷便准备了一番，耗费巨大代价，打破了壁垒，让老奴前来接小姐回去。北叔，我可以不回去吗？小家伙有点意思，是你救了我家小姐吧？放心，少不了你的报酬。前辈，实不相瞒，我顶上了姚桃。这家伙竟然就这么说出来了。你可知道姚家是怎样的存在吗？老夫一介家奴，修为都在真仙之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迟早有一天，我江小白会得到姚家的认同，站在姚桃身边的。就你炼气5层，就你炼气5层。3个月不见，小家伙得罪的人可不简单啊！师傅，阁下是这小子的师傅？鄙人不才，正是这小家伙的师傅。看不出来，这小子背后竟然有阁下这样的强者。阁下同为仙级强者，应该听闻过我仙界姚家吧？我家老爷可是仙君级别的强者。不曾听闻，但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徒儿。若是他做错事，我这个做师傅的自然不会包容，可他若是没有做错事，你姚家我迟早要走上一遭。很简单，
阁下弟子不过炼气修为，如何资格与我家小姐成为夫妻？我姚家千金下嫁一个炼气修士，若是传出去，我姚家还如何在仙界立足？原来如此，道友思维似乎有些过于古板。年轻人的事，我们这些老一辈的还是不要插手的好。他们从出生起就注定不是同一类人，不到一起。阁下若是执迷不悟，那也休怪老夫不客气了。既然如此，那李某也只能领教领教仙君的手段了。得罪了。究竟是何等强者交手，才能让整片青州大地颤抖？莫非是仙人级的强者在那儿交手？很有可能，我等不要妄加揣测，也不要用神念去查看，否则惹怒了仙人，轻则被仙人一念之下抹了神识，重则连累整个青州。天骄辈出，仙人交战，青州大地不平静。也不知是哪两位仙人，竟然跑到下界打架，这可真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啊！老夫承认阁下很强，但是也到此为止了。今日我要带小姐回家，谁也拦不住。道友言重了，李某并未阻止道友带你家小姐回家。老夫说不过你，不想和你废话。你有什么要说的，和我家老爷去说吧。老爷，爹，陆北，怎么回事？老奴奉命接小姐回家，却不曾想发现小姐与下界一救下小姐的炼气修士相爱，老奴这才气急，想要给这小子一些教训，却不料其师傅却是一位天仙，不得已之下才唤出老爷分身。阁下，你徒儿不过是炼气修为，我女儿不过16，却已是元婴修为，二者之差是不是有些大了？若是两人真的相爱，何必在意这些？为何要阻拦呢？阁下执意如此，可别怪本君不讲道理了。系统发布任务：与瑶皇存交手，体验仙君之威，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既然如此，那李某也只能领教领教仙君的手段了。这就是仙君的实力吗？仅仅是一道分身便如此恐怖？此剑开天！这青年竟然是仙君！你这家伙有这么厉害的师尊，为什么不早说？一开始我以为我师父只是化神修士来的，想不到在下界竟然也能遇到一位仙君，幸会幸会。不过道友，即便你身为仙君，也不该让你徒儿与我女儿在一起，毕竟道友的这徒儿确实有些……李某也是看他们二人两情相悦，才会想着成全。不如这样，我与道友打个赌如何？道友请讲。100年时间，我徒儿若未举侠飞升仙界，那就说明我徒儿的确配不上仙君千金。可倘若我徒儿100年内飞升仙界，那么他们二人之事便是水到渠成。好，这赌约本君应下了。那就拭目以待。
你师父和我爹聊的好像不错，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俩的事儿成了？哎，你爹和我师父这样的强者，根本不是我们能够妄加揣测的。小家伙，看在你师尊的面子上，我可以给你一个与我女儿在一起的机会。你们可不要开心的太早，我给你100年时间，100年的时间内飞升仙界，我便同意我女儿与你在一起。倘若100年之内你没有成功飞升仙界，那就说明你与我女儿有缘无分，强求不得。你们可不要开心的太早，我给你100年时间，100年的时间内飞升仙界，我便同意我女儿与你在一起。倘若100年之内你没有成功飞升仙界，那就说明你与我女儿有缘无分，强求不得。仙君放心，我一定会得到你的认可。不错，有志气。好了，桃儿，随为父返回仙界吧。待在下界的时间长了，你的修为容易停滞。是爹，我等你。好，你在仙界也要好好修炼啊，到时候可别被我追上了。道友，告辞。道友慢走。多谢师父。好好加油啊，为师看好你，100年时间，不出意外，你可以飞升仙界。师父放心，徒儿定当竭尽全力。甚好。仙君强者的力量是真的强悍啊，举手投足之间便有毁天灭地的莫大威能。恭喜宿主完成任务，体验仙君之威。系统发放奖励：傲雪飞剑晋升2品真仙器。仙器可分为真仙器、天仙器、玄仙器等，每个等级的仙器从低到高又可分为1至9品。系统发现宿主如今有些急功近利，现发布任务：滚滚红尘。滚滚红尘，正所谓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宿主在凡人之中体验凡人生活半年，具体位置由宿主在10天内自行选择。果然，自己不是在装逼，就是在装逼的路上。此地甚好，狗子，我挑的这地可以吗？完成任务有奖励吗？第一，本系统不叫狗子，宿主不要侮辱系统。第二，位置你随便挑，本次任务主要是为了磨练宿主心性，只要宿主能够接触到凡人，观察凡人生活，体验凡人生活即可。第三，此次的任务奖励丰厚。此山竟然如此强大的怨气邪念，多半是被某位高人封印了一邪物在此。我去，圣仙饶命啊！原来是个主修邪魂的元婴女魂修，难怪如此强大的怨气。老道一眼见过于宗师。道友不必客气，听闻道友曾在200年前封印了一位女魂修。正是，200年前那魂修无恶不作，老道欲要除魔卫道，却不敌那魂修，最后施以计策，才将其困在一处山头之中。算算时间，如今那魂修也该挣脱束缚了。真人之举，于某钦佩。宗师，使不得呀，老道怎受得起宗师这一礼？真人不必妄自菲薄。今日天色渐晚，宗师也舟车劳顿，不如于宗师在一眼宗休息一晚，
明日再去处理那魂修。也好。胡长老，明日一早您先去那魂山看看有没有凡人在附近。是宗主。宗师，请。你这小家伙，怎么半夜出现在这里啊？哎呦，我的娘嘞！我撞鬼了，完蛋了！小家伙，你哪点觉得我像鬼了？我娘说了，这山上要是遇到人，那就一定是鬼。那你看我像鬼吗？好像不像。那不就是了。那你咋出现在这山上的？我吗？我今天搬过来的，以后就住在这儿了。我这个村里最大胆的娃都只敢来这儿逛一逛，你居然敢住在这里，难道不怕鬼吗？不怕。你是住在那2里外的村子吧？怎么3更半夜的也往这有鬼的山上跑？我爹走得早，我娘病了，只能躺在床上。家里虽然没钱，但我得给她找药啊。白天她盯着我的，不能乱跑。晚上她睡着了，我就要给我娘找药啊。那你不怕遇到鬼吗？但是比起鬼，我更怕我娘一直卧病在床，这样我就不能到处玩了。你娘得的什么病啊？你知道吗？镇里的郎中说了，是破伤风，应该是我娘切菜切到手了。这个病没得救，除非有仙人赐下灵丹妙药，不然只能等死。你叫什么名字？许阿佐。我就叫你阿佐吧。正好我曾经在古书上看到一处药方，似乎能够治疗破伤风。我明日采药炼药，你后天晚上就过来拿吧。真的吗？先生，你没有骗我吧？当然。多谢先生。多谢先生。不必如此，我李某人可不行这一套，救你娘也是看在你还算有孝心的份上。先生大恩，许阿佐没齿难忘。很晚了，早些回去吧，不然你娘醒了，小心你屁股开花。嘿嘿，我倒是想屁股开花了。此地为何会有凡人出现？为何此地邪气荡然无存，反倒是灵气盎然？比起我一眼宗所在之地，也不遑多让。姑娘，你采着我要挖的草药，麻烦让一让。哦，你可知这山中封印了一个女魔头？你敢来此采药，就不怕出事吗？姑娘说的有道理。你还挖？要钱不要命啊！住手！锦仪见过于宗师，宗主。于某见过李先生。阿石见过李先生。啊，原来是于老先生啊！想不到能在此地相遇。李先生在此，老夫来此地真是多此一举了。想必那魂修已被先生降服了。先前小女子眼拙，多有得罪前辈，还望前辈海涵。无碍，你劝我离开之时，李某人就知道你是个好人。前辈大量。不知姑娘可会炼丹？小女子不才，正好是3品丹师。帮我炼制一枚1品疗伤丹药。啊？若是前辈急需，我身上是有1品疗伤丹药的。那就再好不过了。李某不能白拿你的丹药，这把锄头就送给你吧。前辈，如此宝物，当真要送给我吗？当然。多谢前辈厚爱。诸位远道而来，不如去李某住处喝杯茶吧。李先生在此清修，我等还是不打扰的好。既然如此，李某也不强留诸位了。师傅，李先生所在之地灵气似乎很是浓郁，完全不像是有邪修待过的地方。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胡长老，你手里的灵杵之中所蕴含的阵法玄奥无比，即便是老夫也参透不了，多半是出自李先生本人之手。若是于宗师看上此物，小女子可将此物赠与于宗师，
胡长老，此物乃是李先生赠予你的，是你的机缘，你却让给老夫，这是让老夫得罪李先生啊！这可万万使不得。你手里的锄头乃是世间罕见的宝物，足以让一个落寞的大宗兴起。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切记财不外露，否则引得有心之人惦记，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儿啊。于宗师的话，小女子记下了。先生，这么晚你在烤鱼啊？此情此景，不来点宵夜怎么行？此丹你拿回去，给你家母亲服下吧。先生，这丹药真的能够救我娘吗？嗯，我终于熬到头，可以出去野了。确实啊，你路子是真的挺野的。吃鱼吗？不吃了，我先回去救我娘。先生告辞。阿佐，晚上不要再出去了。娘的病娘自己知道，是活不了多久了。你要是出了意外，我怎么和你九泉之下的爹交代？娘，我前天遇到一位先生，他说他有救娘患上的破伤风药方，今晚我便是去拿药的。怎么可能？你这小家伙呀，怕是又被那些人给骗了吧？你是不是又答应人家，不管这药治不治得好娘，都要帮他做事啊？娘，先生并非你所说的那种人，此药他未收取我一丝一毫的报酬。天下真有这么好心的人？娘，咱们就试一试吧。好，试一试。娘，怎么样？药有效果吗？阿佐，那位先生在哪儿？那位先生现在就住在有鬼出没的魂山啊。这位先生能在魂山安然无恙的定居，又能治疗这破伤风，难道是一位活神仙？不会吧？阿佐，你的床头底下，娘怕你以后有急需，就在那儿藏了些铜钱，你拿去镇上买些鸡肉。好，娘，我知道了。系统身份已被许阿佐与其母亲怀疑，触发任务，宿主在许阿佐心中留下隐士高人形象，奖励宿主须先终期修为。这可惜啊。娘，那位先生居住的茅草屋不见了，明明昨晚上还在的呀。看来仙人并不想我们打扰他。先生，你在吗？阿佐带着老母鸡来见你了。阿佐，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咱们与仙人无缘，但无论如何，仙人救了娘，咱们都要心怀感恩。不人战平营，多谢仙人救命之恩。多谢先生。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须先终期修为。系统，我爱你。呵呵，我看你是爱上我的福利。肤浅。哎，话别说的这么直白，咱们以后不好相处啊。系统发布任务，宿主吃下10个臭皮蛋，奖励宿主一卷9品阵法。系统，你是在报复我昨天对你说的话吗？宿主，自信点儿，把妈去掉。这你可就算错了。我李某人曾经最爱3样东西，一是松花蛋，2是螺蛳粉，3是臭豆腐。系统，你这是买1送1啊！滚！老人家，给我来10颗松花蛋。这里有1罐铜钱，不用找了。先生，别看老太虽然年事已高，但尚且有余力养活自己。这1颗皮蛋是10文钱，我找回先生900文钱。好。
那位前辈赐给胡长老的锄头，竟然有如此威能，这完全足够我一眼宗的炼器弟子修行，甚至还能将多余的灵草倒卖到其他的宗门。我也没想到，这把锄头竟然真的有如此威能，也不知那位前辈究竟是何修为，这么极品的宝物竟然说送就送。不管那位前辈是何修为，这锄头的事儿我们必须保密。待会儿我会叫来几位长老，将整座山的气息封锁，绝不能让外人知道我一眼宗拥有如此至宝。宗主，属下方才路过那一眼宗时，发现其本荒废多年的荒山，竟然整座山峰都变成了一座领土之山。若是我们能掌握这个秘密，足以让我宗弟子实力上一个台阶。哦，黑蛇护法，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属下万分确定。我先前路过一眼宗时，绝无那座领土堆积而成的山，但回来之时，这一眼宗便多了这么一座山。宗主乃是合体大修鬼君之名，更是威震青州，属下怎敢欺骗宗主？很好，那你就去替本座跑一趟，挖出一眼宗的秘密吧。怎么回事？看来我们一眼宗的秘密已经被人发现了。这是鬼极宗黑蛇护法的法天象地，看来这来人是黑蛇护法无疑。什么？一眼真人何在？贫道见过护法。贫道？你一眼真人可一点都不平啊！我一眼宗可将宝物拱手交给护法，还请护法高抬贵手，放过我一眼宗。你倒是识时务，但你以为本座真的只是看上了你们那件破宝物不成吗？本座看上的是你们一眼宗全宗上下的血液。宗主，宗主，太弱了，太弱了！天地无极，乾坤大阵。想不到你们一眼宗竟然还有一座五品灵阵作为护宗大阵，但是这对于尔等来说，不过是早死晚死的区别罢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9品锁仙大阵。系统，你这次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因宿主送出灵锄一把，惹得一眼宗如今正遭受灭门之灾。系统发布任务，宿主救下一眼宗，将获得金灵丹1枚。这么一把破锄头也能惹得别人惦记啊！系统出品，必属精品。行吧。斩！那口悬空之剑是口仙剑。刚才那道充满威严的声音，似乎就是在魂山住下的前辈。难怪于宗师对那位前辈尊敬有加。我等多谢上仙与仙剑出手相救。如今的青州风云激荡啊，看来我鬼极宗又要搬家了呀。想不到老夫沉睡多年，竟被一道剑气惊醒。师父，此山便是传说中的昊皇山了吗？不错，此山在上古年间有位山神，名为昊皇。据说当时他的修为便已经步入真仙。步入真仙，为何还未飞升仙界？这便是天地神职的奥妙之处了。昊皇乃是天地所封的山神，即便抵达真仙，也可不选择飞升。这便是天地神职的奥妙之处了。昊皇乃是天地所封的山神，即便抵达真仙，也可不选择飞升。原来如此。
师傅，你说在魂山住下的李先生与这位山神比起来，切莫妄言。浩皇与李先生皆是我等难以企及之流，我等没有资格对这二位做出评价。师傅，我明白了。魂山，李先生吗？干得不错，要不要奖励你2颗松花蛋？可惜了，如此美味，你竟然不爱。哎呀，这位先生被假老虎这地痞盯上，怕是要遭殃了。估计是哪家出来游玩的少爷，出手就是1贯钱。有句话说得好，财不外露，这下不就被假老虎盯上了吗？大姐，你快看，那位不是道天宗的云居山主吗？没错，是他。云居山主似乎遇到麻烦了呀，咱们要不要？南宫悠然见过山主。不必多礼。哎呦，哪来的3位姑娘啊？怎么还戴斗笠遮脸呢？不过这身材倒是不错，吹了蜡烛都一样。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啊！老大，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呀！不仅有个傻子送钱来，竟然还有美人前来投怀送抱。找死！老大，我动不了了。哎呦，姑奶奶饶命啊！山主，我们要如何处理这几个痞子？你自由发挥就行。好。欣然来迟，让山主受惊了。无碍，还得多谢姑娘出手呢。3位怎么会出现在此地？回山主，我们3姐妹如今正赶往即将开启的观海山秘境寻觅机缘，争取突破虚仙的一丝契机，恰好路过此地。原来如此，那就祝3位马到成功了。借山主吉言，恭送山主。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挽救一眼宗于水火之中。系统发放奖励金灵丹1枚。系统，这任务都完成了半天，你才发放奖励啊？忘记了，你信吗？信，毕竟有些时候你确实不靠谱。竟然是早已失传的9品锁仙大阵。道友能将此阵刻画而出，在9品灵阵大宗师中也足以位列上等了。道友是何人？为何夜访李某这陋室？老夫浩皇山神，道友便是昨日那口剑气直冲九霄的2品仙剑主人吧？正是在下，原来是浩皇山神在前，李某有礼了。深夜造访李先生，打扰了先生的清修，该是老夫赔礼才是。不知以先生如今的修为，为何还不飞升仙界？只怕留在天元界，修为寸步难行吧。李某生于此地。李先生无神职在身，依旧选择停留于此界，还能够突破2品真仙之境，先生气魄与天赋，老夫佩服。不知浩皇可曾听闻观海山？观海山，老夫沉睡前倒是听过此山，貌似是一个修仙宗门，不过其内却无真仙。想必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此宗已然在时间长河中消失了吧？倒也不是，只是听闻此山有秘境开启。一个小小的秘境，老夫何须记挂？改日先生来浩皇山，老夫定然以此界最为珍惜的美酒相待。浩皇客气了，老夫认输了。先生奇艺，老夫佩服。老夫存世不知何几，能言者
不过双手之数，志同道合者更是无一二三。今日遇到先生，实乃一件幸事。今日便不再多加叨扰先生了。浩皇慢走。诸位，对于如今冒出来的红莲教有何看法？这红莲教真是好大的野心呐！莫非真以为那红莲教能拿下江州的浩瀚剑宗，也能拿下我青州的道天宗不成吗？有句话说得好，大成之下皆蝼蚁。再多的渡劫境圆满修士，在一位大成修士面前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不是数量能够取胜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道天宗纵横青州如此之久，岂能怕了一个小小的红莲教？宗主需要换云居山主回来吗？红莲教青州堂众弟子恭迎教主。起来吧。多谢教主。陈堂主，青州形势如何？青州第一大宗道天宗倒是与往日一般，行事低调，却超然于世外。不过道天宗倒是诞生了一位天之骄子，年仅40便是渡劫之境的强者。哦，是谁？他是道天宗的云居山主，名字叫做李周君。倒也是个玉面郎君了，希望他识时务些。本座可不想辣手摧花呀。去查查他如今在哪儿吧，可以的话，把他带到本座面前来。是。你要干嘛？挖个坑把你埋了。什么意思？我现在与你一体，你确定？那就把我自己埋了。是李先生吗？你是？小女子应珊珊，我家老爷备好美酒，请先生到浩皇山一叙。既然浩皇已经备好美酒，那李某也不好空手前去。正好李某准备包一条鱼，就带过去当做下酒菜了。先生需要我帮忙吗？姑娘帮我看好这背篓即可。好。何方向小，给老娘滚出来！姑娘，本香主乃是红莲教的赤莲香主，本香主的目标不是你，劝你速速离开。李先生是我家老爷贵客，任何人想要动先生分毫，便从我应珊珊的尸体上踏过去。渡劫圆满的虎仙，撤！道天宗现宗主穆太宇拜见诸位太上长老。怎么，我道天宗遇到什么事了吗？回太上长老是一位渡过雷劫的真诚。哦，一个小小真诚也敢冒犯我道天上宗？如今我道天上宗竟然落寞到如此程度了吗？虽说如此，但我道天宗也诞生了一位绝世天骄。说来听听。是当代云居山主，年仅40岁的渡劫天骄。还得是我云居山一脉啊。还得是我云居山一脉啊。那小家伙现在身在何处？回太上，云居山主喜爱云游四海，太宇也不知他如今身在何处。这样啊，不过也不奇怪，毕竟我云居山一脉从来都是闲不住的。行了，你且退下吧，待那真诚到来，老夫自会出手。那太宇就先行告退了。对了，那小家伙回来的时候，让他来见老夫。太宇明白。一个小小真诚，还不用真云太上亲自出手吧？
不错，小小真诚，本座弹指可灭，何须劳烦真云太上？诸位不用争了，说了老夫出手，便是老夫出手。许久没有活动，有些小辈真以为我道天宗这些老不死的不在世上了不成？妈耶，这位先生厨艺也太好了吧！不行，要忍住。里面鱼肉挺多的，你先拿着吃也没关系。那怎么行？看一下做的好不好吃。好吧。好吃吗？好吃。那就好，我们出发吧。教主，按道理这道天宗定然已经收到我红莲教准备攻其宗的消息。真诚之下，来了也是送死。我若是他们，也会龟缩在护山大阵里面，至少还能苟活不少时日。你是何人？小姑娘，年纪轻轻的，脾气这么大可不好啊。对了，老夫道天宗真云子，你们已经被老夫包围了。你这老道，好大的口气！老夫可没你这小女娃娃的口气大，就你一个小小真诚，也敢妄想拿下我道天上宗。今日老夫便替你家大人好好管教管教你这小丫头。三品真仙，怎么可能？竟然是天级空间法宝，这厮的背后有位天仙不成？哼，天仙又如何？老夫仙界一样有人。本座打不过你道天宗老的，还打不过你道天宗小的吗？云居山主是吧？等本座来找你。浩皇之酒可谓是人间绝味，入口绵延不绝，让人回味无穷。不过今日天色已晚，李某就不多叨扰浩皇了。改日李某再邀请浩皇小酌几杯。李先生好酒量，不过先生倒是和老夫客气了。先生这鱼汤不也是人间的绝味吗？老夫下次再喝他人做的鱼汤，怕是难以下咽喽。珊珊呢？代老夫送李先生一程。是老爷。前面是何人？李周君。正是李某，不知道友为何拦住李某去路？是你就好，记住今日杀你之人，李月如。过分了。怎么可能？金甲神将，李先生，这金甲神将绝对达到了中位5品真仙之境，绝非我天元界的产物。而这红裙女子也很有可能来自仙界。此等产物的确不是天元界能够锻造出来的。去，拿下这厮人头！什么？李周君，本座乃是仙界金甲宗真传，本座已经记下你，
来日在仙界可不要让本座遇到你，否则必定将你碎尸万段。李先生，那李月如跑了。仙界金甲宗吗？就在李州军突破虚仙境后期的同时，青州边境的观海山，道天宗的强者来了，是道天宗的凌雪山主慕容雪，火风山主柳岩，天辰山主段天辰。据说这位天辰山主100年前闭关时就是合体境圆满，如今再度出现，只怕已经是渡劫初期乃至中期的强者了。不愧是道天宗，这3位山主放在青州，便足以横扫不少势力了。你们说云居山主会不会也来这里啊？你这丫头，脑子里整天到晚都是云居山主。你们认识云居山主？见过凌雪山主？不必客气，回凌雪山主，我们3姐妹数日前曾在一处名为长青镇的小镇见过云居山主。原来如此，此次观海山秘境的开启，并非明面上这般简单，你们小心一些。二姐，看来你有一位强力的竞争对手了啊！凌雪山主很明显就是对云居山主有意思的呀。的确，但是你二姐我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这是什么情况？通道关闭了。你是杜修，不错，是我。想不到啊，一个观海秘境，还能有渡劫中期修士到来。这厮已经渡过雷劫，化龙在即，这怎么可能？是不是很惊讶？短短1000年，我能达到化龙之境。这杜修明显是想把我等祭炼，以此加快化龙进程啊！看来你已经猜到了，老头儿，你很懂啊。我若是猜得不错，你们3人是道天宗派来杀我的。杜修，我道天宗太上乃是有品真仙，你若是识相，就放了我们，不然我道天宗强者定然不会放过你。把你们都杀了，本座就能飞升仙界。仙界何其之广，别说有品真仙了，就是天仙来了又如何？把你们都杀了，本座就能飞升仙界。仙界何其之广，别说有品真仙了，就是天仙来了又如何？你既然这么急着找死，本座成全你。天辰山主，无碍。本座答应好宗主要护你2人安全，却没料到这杜修竟然已经渡过雷劫，达到真诚级别。看来今日我等在劫难逃了。天辰山主，我若是一女子，定然以身相许。好一段情深戏码，不过能凭借渡劫修为挡下本座一击未死，你也算得上是强者了。柳岩，随我一起拖住此寮，给天辰山主争取恢复伤势的时间。好。检测到宿主弟子江萧白，道天宗同门在观海山遇到危险，系统发布任务，强者总是在关键时候出手。任务内容：救下弟子江萧白，与道天宗同门，可获得合体境修为。
道天宗的人也不过如此啊！孽畜，你侮辱我柳岩可以，但是你侮辱我宗门就太猖狂了。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我宗门走一圈，你看我家太上会不会将你这爬虫抽筋扒皮？你这废物不说话了，没人当你是哑巴。本座突然不想立马杀你们，要让你慢慢感受绝望。大姐，看来我们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就是这死相真的太难看了。你这丫头都要死了，还在乎什么死相啊？那是师李竹金山主。长安。这便是师父的实力，真诚只需一剑。这位是云居山主啊？什么？云居山主不是才渡劫吗？这一剑是渡劫能够斩出来的？太恐怖的天赋了！40岁的真仙，云居山主的实力愈发恐怖了。这个二妹呀，怕是要尝尽相思苦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合体境初期修为。唉，要走了，也不知道阿索那孩子如今怎么样了。不错，这小家伙的身上怎会有一丝妖气啊？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只找苦命人啊！咦？小白，你又来了呀？好了，小白，咱们今天得休息了，明日还有功课要做呢。这，你且出来。小女子白灵见过上仙。你与这孩童有什么渊源？回上仙的话，2年前我与河中的蟾蜍精大战，一不留神下身受重伤，是阿佐救了我。原来如此，你可知人妖殊途？而且你虽然得了机缘，能够幻化人形，但你毕竟只是筑基修为，不能完美控制你自身的妖气。与许阿佐待在一起，你身上无意释放的妖气只会害了他。我也不想啊。罢了，念在你心怀感恩，我便帮你一把吧。多谢上仙出手。你灵性资质不错，切莫急功近利，遁入歪门邪道。记住我的话，欲速则不达。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妖，都要一步一个脚印。白灵谨记上仙教诲。先生要走了吗？对啊，要走了。我辈修士自当御风而行千万里，天下江山尽眼底，游遍这天下美色，看遍这世间繁华才是。先生倒是潇洒。先生，老夫有一位老友位于南州，名为紫云道人。他欲要飞升，不过却打算飞升之前在紫云山开一场道会，将自身修行感悟讲与南州众生。我知以先生修为，自然不需要听这些，但先生却可以观望紫云道人飞升，也好为以后做准备。系统发布任务，观望真仙飞升，宿主完成任务将获得奖励。浩皇这位老友当真是大气魄，李某佩服。如此的话，李某也想瞻仰一下这位紫云道友的真容。紫云若是知道有先生这么一位存在，去听他的道会也会倍感荣幸吧。这场道会在1个月后举行，届时老夫也会前往紫云山。那我们便紫云山见。先生慢走。怎么，丫头喜欢上了李先生？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滚滚红尘，系统发放奖励合体境中期修为。系统发放奖励傲雪飞剑晋升3品真仙器。系统发放奖励1亿极品灵石。
晌午时分，李周军回到了云居山。此刻的卢芷宁与苏南皆是在闭关之中。为何在观海秘境时，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呀，是慕容山主啊！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你饲养的9条须仙蛟龙，平日都很安静，今日却很兴奋。你居然这么用心观察的吗？毕竟你3番5次救了我，不如我还是以身相许吧。可以啊。你没有开玩笑吗？认真的，毕竟慕容山主如此佳人，谁能不爱呢？好吧，我开玩笑的。你搁这儿反复横跳呢，老娘就要答应了。真云太上，云居山主已经回来了，我去叫他来见您。不必了，这小子居然是2品真仙，老夫要亲自去见见这小家伙。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等会儿就走，我要去南州一趟。这么快，非去不可吗？非去不可。好吧，南州距离青州路途遥远，路上注意安全。李周军隔空将2枚元神印记打入正在闭关的卢芷宁、苏南的体内后，也不再停留到天宗，驾驭着飞剑便乘风而去。拜见太上。周军呢？云居山主前脚刚离开，您后脚就来了。海族来袭，尔等速速寻找避难之地。你们说，夏城主此次会耗时多少才能击退这次海族入侵啊？我若是先前没有听错消息，当今临海城的夏城主乃是一位天赋绝伦的女子，名叫夏文静，年仅111岁，渡劫境圆满修为。纵然青州之大，也唯有道天宗的那位云居山主才能稳压他一头。道友，你这就是孤陋寡闻啊！云居山主何止是稳压夏城主一头？我有一位挚友，曾经入了青州另外一处边境的观海山秘境，曾亲眼看见云居山主一剑就斩了一条即将完成化龙的海蛇妖。即将完成化龙的海蛇妖，那不是相当于真诚的存在了吗？莫非云居山主已然是真仙修为？这道天宗实在太过恐怖，一位年轻的山主便是真仙修为，鬼知道其宗门内还存在着什么样的老怪物。在码头的楼船可曾收回？城主放心，楼船在察觉到海族来袭前便已经被收回。后阵。早就临海城的城主是位难得的武神，天赋也极其的强大。传闻果真不假。夏城主，给你2个选择：打开城门，热热闹闹的迎接本座，且做本座的小娇妻；或是本座亲自动手轰开这城门，屠尽临海城中之人。痴心妄想！夏葵，你速去求助道天宗强者，告诉他们海族的9头蛇军即将攻破临海城。不，我是合体境修为，能在此场战役中出力，所以我要留下与临海城共存亡。混账东西！正因为你是合体境，所以才让你速去道天宗求助。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城主，我说了，滚！本来以为你夏城主是个聪明人，没想到却是一个死脑筋，那就不要怪本座辣手摧花了。小小的临海城，连位真诚也没有，怎敢挡住本座的神通？统统给本座去死吧！系统发布任务：击退海族，保青州一方太平。海族竟然来了一位真诚境的妖仙！该死，我怎么这么倒霉啊！3品真仙器，怎么可能？吞海老头，你敢骗我说这临海城最强者不过渡劫？老子诅咒你这头老精，生崽子没有屁燕子！
3品真仙器，附近有3品真仙，撤！快撤！我临海城竟然来了一位3品真仙！哈哈哈哈哈！他奶奶的！我还以为这些虾兵蟹将真的什么都不会怕呢。有3品真仙存在，我们活下来了！什么鬼啊？是5品真仙，传说中那位聚精成仙、居于深海的吞海妖尊。老夫算尽天时地利人和，却没算到九头虫这厮运气如此不好，居然遇到了一位3品真仙。不过遇到老夫，你这运气也不太好啊。是吗？怎么打算认输？认输？或许吧，但不试试怎么能赢？老夫有些开始欣赏你了。或许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我们能够坐下来喝杯茶，成为忘年交也不一定。可惜世上没有或许。不错，这世上没有或许。老夫今日势必灭了临海城，登上青州，当我者死。5品真仙，这怎么可能？这个世界太疯狂了！本以为云居山主能够40多岁修炼到3品真仙，已经是冠绝古今了，没想到竟然是5品真仙，这简直骇人听闻呐！你竟然是5品真仙，你猜？系统更改任务，击退海族，更改为追杀吞海妖尊，10天10夜。你这是公报私仇啊！宿主别发愣，吞海妖君跑了，快追！侵犯了我青州，就想这么轻易的走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小子，不要太过分了！老夫不与你交手，并非是怕了你，只是不想两败俱伤而已。犯我青州者，虽远必诛。和老夫拼肉身，狂妄！神居山主的肉身，居然能够与吞海妖尊平分秋色。这肉身强度，相当于一把行走的5品真仙器了吧？道友，与我交手，即便是分出胜负又如何？不论是谁赢了，都没有任何好处啊！不怕你不成？按照我们这个世道，不打个10天10夜，根本就分不出胜负的，何不就此别过？你好，我也好呢。我臭你猴子的，他妈就是个愣头青啊你！慕容山主，你在这盯着云居山主的命盘已经有3天2夜了吧？云居山主能够在40多岁的年纪修成5品真仙，绝对是人中龙凤的存在，几乎不可能鲁莽行事的。多谢，我再等会儿吧。唉，10天呐！你个愣头青，整整追杀了老夫10天10夜啊！就从岸边追到深海，跑的距离都能够绕青州3圈了呀！造孽呀！青州区域待不下去是吧？行，本座就搬到南州这个青州10万8千里的地方去。本座就是死，也要死在搬家的路上。南州多平原，地大物博的程度不下青州。当李州军抵达南州之后，便收回了飞剑。毕竟距离紫云道人讲道还有20天左右，所以他并不着急，便打算好好的游山玩水一番。凡人，我家少爷邀你同行。姑娘，你是在叫我吗？这里除了我们3人，还有别人吗？多谢2位好意，不过李某向来独行惯了。不识抬！住嘴！这位兄台，此山脉极其广袤，其中精怪更是无数。我观兄台毫无修为在身，不如与我2人同行，
也好有个照应。多谢好意，不过李某觉得还是不必了。兄台执意如此，那陆某也只能祝兄台一路顺风了。告辞。李周君微微一笑，转身踏入了山脉之中。少爷，他一个凡人，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客气？玉香，你莫非真的以为看似普通的人，就真的只是普通人吗？我陆家虽然在北关城算得上是一方大家族，可放眼整个南州，不过是井蛙之地的一只大些的蛙罢了。在这世上能挥手覆灭整个北关城的存在，南州之上多不胜数。只不过这些个存在是我们所接触不到的存在。奴婢受教了。走吧，我们也快些赶路，切莫错过了紫云上仙讲道的时间。李周君不疾不徐地走在林间，不过李周君为的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招惹是非。片刻后，李周君便在林中架起了烤架，将一只被拔了毛的山鸡烤得噼里啪啦滋滋冒油。当真是人行山间风正好，悠闲于世自在郎啊！诶，罢了罢了，看在这姓陆的小子先前有些好意的份上，便出手一次吧。陆文书多谢高人出手相救。玉香多谢高人出手相救。看来高人并不想现身，我们走吧。好。时间一晃，距离紫云道人在紫云山讲道还有3天便开始了。李周君倒是已经悠哉悠哉地赶过来，且在紫云山下的客栈住下了。兄台，又见面了。看样子你也是来听紫云上仙讲道的吧？对的。说来好笑，还好兄台没有与我一同行走。我与玉香刚入山脉，便遇到了一只妖狼追杀。若不是高人出手相救，我与玉香此刻便站不到兄台面前了。说明2位命不该绝，坐下来喝一杯。不了，我2人刚到此地，还是先做休整才是。也好。一晃，又在日子，也到了紫云真人讲道的时候了。李周君对于讲道的内容倒是不太关心的，就想看看飞升的情景是什么样子。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恐怖无比的威压自空中降临，众多修士纷纷的变了脸色。浩皇，老夫总算把你盼来了。是啊，一别万年之久，再见时，你都已经准备飞升仙界了。那位便是青州的浩皇山神吗？我等竟然能目睹2位上仙真容，可谓此生无憾了呀！众修士看着那2道凌厉虚空、谈笑风生的身影，皆是在心中感慨。若不是紫云真人即将飞升传道众生，只怕他们就是穷极一生也接触不到这种仙人层面的存在。咦，李先生，你还是这般低调啊？浩皇说笑了，李某也只是客随主便罢了。李某见过紫云真人，早日在浩皇口中听闻真人欲要传道众生，李某佩服。这位是灵阵大宗师李先生，老夫的忘年交。李先生这等灵阵大宗师能来观望紫云讲道，贫道荣幸至极。先生与浩皇是忘年交，与我也莫要客气才是。2位请。9品灵阵大宗师，又冒出来了一位真仙。3位真仙在众多的修士面前现身，这足以是载入南州史册。玉香看着凌厉虚空的李周君，脸色发白，毕竟当时他可是对这位真仙大言不惭。贫道条件有些简陋，2位可莫要嫌弃才是。紫云兄不必理会我2人，我与李先生在一旁观望即可。浩皇所言极是。多谢。紫云真人来到了山巅边缘，紧接着浑身真气法则萦绕，一尊高达万丈的紫色人形法天象地，山巅前拔地而起。哎呀，想不到紫云这老家伙在这万年间又突破了1品，达到了5品真仙之境，难怪要飞升仙界了。
毕竟5品到6品是质的变化，雷劫也愈发的凶猛。不过他能在下界修炼到5品真仙，即便是没有经过金光洗礼，依靠着自身力量打破壁垒，飞升仙界，也依旧会被仙界的各大宗门哄抢。李先生，你同为5品真仙，有无神职在身？以你的天赋，要在下界修炼到6品，相对而言并不难。只是雷劫却凶险万分呐。老夫的建议还是尽早飞升仙界才好。哦，对了，珊珊那丫头呢？那丫头啊，马上准备突破真城了，如今正在闭关呢。原来如此。这就是真仙级的法相天地吗？恐怕只怕一指之力便能摧毁百座山峰吧。众修士抬头看着那遮天蔽日的法天象地，喉咙皆是忍不住的咕噜咕噜的吞咽口水。他们也愈发的奋力向着山上跑去，甚至有妖族躲在地上仰望着那道高达万丈的法天象地。如此景象，只怕南州除了那些必死关的修士，都来到紫云山了。是也，如此壮观景象，李某也是生平第一次见。李先生，如何？颇有感悟。不错，不错。紫云上仙，这是准备飞升了呀！这仙界壁垒竟然如此难打破吗？真仙若是错过了仙界的金光接引，想要再次依靠自身力量飞升仙界，本就很难。不过，不出意外的话，10拳之内，紫云兄便能打破仙界壁垒。什么情况？好像仙界的人专门在那等着紫云上仙飞升。是仙界那些专门蹲点靠自身力量打破壁垒飞升之人的杂碎。不忘本座在这片区域蛰伏数千年，终于又等到一个从下界靠着蛮力飞升的傻子了。本座冥鬼道人，尔等见到本座还不下跪？该死！你倒是命大，居然开着法天象地来过这仙界通道，不然本座那一掌的力量足以将你震杀。再看什么呢？放心，就老夫一人，你们这整个下界也都是老夫一人的。放肆！你们看本座的眼神是几个意思？几个意思啊？好好的阳关大道你不走，非得想着走这些歪门邪道，你几个意思？哼，凡夫俗子怎能理解本座的快乐？我操！其实老夫就是觉得仙界待得有些腻了，想要来下界走走，没有别的意思。来了就留下吧，省得你去祸害别人。真以为本座没点本事，敢只身一人来蹲人吗？替身术加遁术，有这意思。他跑不掉的。锁仙大阵，居然是锁仙大阵！一个下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阶的阵法？是你对不对啊？一定是你！你怎么这么阴呢？哎呀，先生布阵，就连老夫也未察觉。看来先生的阵法造诣称得上是出神入化，登峰造极呀！浩皇过奖了。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今日老夫落在你们两个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待老夫解决此聊，再与先生交谈。好。道友留手。
你们还缺人不？老夫也可以加入你们的，毕竟老夫怎么说也是一位6品真仙。到时候蹲到仙界下来的人，你们8，我2。我2你大爷！好恐怖的力量！即便是死，老夫也要拉你一起死。李先生，小心！是吗？你也是6品真仙？紫云兄，伤势如何？唉，还好，不过看样子今日是飞升不了了。若非2位上乘真仙在场，紫云怕是要给整个天元界带来一场极大的祸端。紫云兄不必太过于自责，毕竟像明鬼道人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的。希望吧。时间一晃，3日过去了。咦，此地怎么会有凡人出现？师姐，我去让这家伙离开吧，不然等会儿这家伙继续在这里睡觉，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去吧，记得客气一些。哎，师姐放心。哎，快醒醒！啊，怎么了？这里有吃人的妖精，你要是继续在这里睡下去，怕是永远也醒不来了。啊，3位气度不凡，应该是仙门中人吧？咦，你居然还知道这个？不错，我们便是这附近玄灵宗的弟子。啊，原来是仙人弟子在前。3位尽管做自己的事情即可，不用管在下的。你这家伙啊，怎么就听不进好赖话呢？冷师弟，还记得宗门的规矩吗？若是先生执意待在此处，那就请先生看到不对，立刻离开。否则先生若是丢了性命，可莫要怪罪我等。自然，3位只管做自己的事情即可。你这人活该你受罪。师姐，我们直接下湖，还是在岸上动手啊？鱼妖是炼气9层修为，而且水中本来就是那鱼妖的主场。我们都是炼气8层修为，稳妥起见，还是先探探那鱼妖所在位置。交给我就行。话音落下，只见其已经是走到了湖边，手里边掏出了一叠符箓。下一刻，这些符箓在空中燃烧了起来。邓青、宋梦涵皆是羡慕地看着这一幕，这些丢的可都是钱啊！有动静了。莫非宗门情报有误？湖里的并非是鱼妖，而是这螃蟹精。就在邓青、宋慕寒、冷飞文见到浮出水面的是一只成了精的螃蟹，放松了警惕之时，湖中传来了一阵怒吼声音：“找死！”这鱼妖能化形了，他是金丹？不是，这是幻术，应该是他突破筑基时候的天赋神通，但他本来的模样应该还是条鱼。尔等竟然敢趁着本座闭关杀了本座的好友，你们都得死！不要保留底牌了，动手！面对着筑基境界的青鱼妖，他们3个炼气境的修士根本就不是对手。3个人躺在地上，双眼惊恐地看着从湖面踏水而行就要走上岸的青鱼妖，心中此刻充满了绝望。但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生，只见一红衣女子从天而降，同时伴随着漫天飞雪。当这些红雪落在了青鱼妖身上之时，青鱼妖的瞳孔逐渐放大，里面充满了恐惧。红雪漫天，莫非他是南州真仙之下的10大真君之一，红雪真君？应该是了，这位前辈甚至都没有动手，这么强大的青鱼妖就死在了他的手上。倘若他动起手来，又该有多强啊！几个小家伙，做事情要记得量力而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不必多礼，毕竟你们宗门的玄灵老祖是我的徒儿，算起来你们也该叫我一声太祖了。传说是真的，咱们老祖他真的是红雪真君的徒儿。你们可不要想着打着我的旗号去招摇过市，你们老祖可不会放过你们的。行了，你们快先回去吧。是，太祖。一旁正准备像之前一样按照系统赠送的高手的自我修养
出手显现高人风范的李周君看见这一幕之后，不由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看来这次是不能人前显圣了，可惜，可惜。道友方才是准备出手救我这些徒子徒孙的吧？非也，李某方才真的只是想要抠一抠发痒的鼻子。红雪真君闻言不免莞尔一笑。红雪真君，速速交出羽化之门的钥匙，本座饶你不死。什么钥匙？魏真君，你在说什么呀？什么钥匙啊？我怎么不知道呢？还在装呢，你的某个徒儿已经出卖你了。是铁燕告诉你的吗？不要纠结是谁告诉我，你只需要交出钥匙就行。想要取得羽化仙门的钥匙，就凭你自己的本事来拿吧。冥顽不灵。魏真君嗤笑一声，但是当他看见红雪真君背后站着的那道宛如一个普通人的青山身影之时，骄傲的脸色瞬间僵住了。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魏某见过上仙。拜见上仙。你认得我？当初紫云上仙讲道时，魏某也在当场。原来如此。系统发布任务：羽化之门前签到，完成奖励可获得合体境原版修为。羽化之门，传说中能让人通过之后当场羽化成仙的门。不用这么紧张，你可知道羽化之门所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本座有些好奇，这传说中能让人顷刻间羽化成仙的门。回上仙的话，小女子的确知道羽化门所在的位置，那羽化之门的位置就在承天山。小女子愿为上仙带路。魏某愿随上仙一同前往，为上仙一路排忧解难。那你们二人便随我一同前往吧。多谢上仙。多谢上仙。承天山位于南州极东之地，三人抵达此地之时，已经是过去了10天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生。巨象诀，是巨象真君。放肆！看来最后一把钥匙就在你们的身上了。二位，好久不见呐！据说你不是搞到了羽化之门的钥匙了吗？为何还要干这种歪门邪道的事情？这作风可是一点都不像你的。反正你们都要死了，那本座就告诉你们吧，真仙之门能有9人进入其中的这个传言，其实是假的。真相是，只有1人及其9把钥匙才能进入其中。本座在这里已经等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时间，甚至紫云真人讲道，本座也没去。如今最后一把钥匙终于出现了，你们都得死！巨象真君身化万丈，一只遮天巨手宛如山岳一般，直接朝着3个人压盖而来。魏真君见状，神色一变，红雪真君亦是脸色凝重。这便是真仙之威吗？上仙，我去帮你找他身上的钥匙。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流光从承天山飞出，直冲天际。那是什么？好像是一扇门。还真是一扇门。莫非是羽化之门？他怎么会跑？这年头门都能成精吗？上仙饶命啊！恭喜宿主在羽化之门前签到成功，系统发放奖励合体境原版修为。你就是羽化之门？到底怎么回事？回上仙的话，小老头本是血槐树成精，需要吸食修士血液才能进步修为。可是自从小老头修炼到渡劫境，根本就找不到同境界的修士。毕竟修士到了渡劫，大都躲藏了起来。于是小老头便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把自身身体化作一扇木门，
并且到处的散播传言，只要是拿到了钥匙，踏入此门便能飞升仙界。但实际上，他们去到的地方是小老头的体内世界。你很识时务啊。小老头面对上仙，自然是不敢有所隐瞒。可惜我不能放了你，但念在你诚恳的份上，可饶你一命。但你需要答应我3件事。上仙请讲。第1件事，保那村子1000年时间；第2件事，不可滥杀无辜；第3件事，我还没有想好。这样就行了？怎么，你不愿意？不，小妖不敢，小妖不敢。上仙放心，小妖定然保那个村子1000年时间，且不滥杀无辜。如此便好。这是为了防止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哎呦，小妖怎敢违背上仙的意愿呢？去吧，小妖告退。当晚，李周军站在白天里，点名要血怀树妖守护的村子上空，而原本化作一扇门的血怀树妖，也在此刻重新化作了一棵粗壮无比的大树，落在了村子的入口旁边。同时，血怀树妖施展神通，原本破碎的大地在血怀树妖的神通之下开始恢复勃勃生机。如何？上仙，多谢上仙指点。此话从何说起啊？这些时间与凡人接触，小妖悟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修仙。一个人字儿，一个山字儿，修的便是人在山中自在悠然，那种不疾不徐的心境。正所谓心静则清，心清则明，心明则灵，心灵则慧。而小妖先前在意的却只是自己的修为，为此还不择手段，这样下来只怕雷劫之时是过不了的。就在二人交谈之际，一个8岁的男孩从雨中走了出来。只见这小家伙走到血槐树下，便摆开了架势，练起了拳法。这村子里的村民除了日常的耕种外，还专门组建了一个狩猎队，进山打猎。这小家伙的父亲曾经是狩猎队的队长，却死在了山里的一头长虫的口中。这小家伙如今便是和他的姐姐相依为命。莫非你想收这小家伙为徒？果然是什么都瞒不过上仙的眼。这小家伙虽说资质并不好，但小妖却曾在一个炼体修士的身上找到了一本炼体的法门。我打算托梦给这个小家伙，教他修炼。可以。这是我送给神羽皇朝的香，烧起来了吗？这么快就遇到事了。时间倒退回了半天之前，神羽皇朝的城外，3头犹如小山一般身披着金色象铠的巨象，拖动着一座宛如宫殿一般的辇车，来到了神羽皇朝的100丈城墙外。领头的甲士手中握着一杆大血飘扬的旗帜。羽化劫，朕给你的时间已经够多了，臣服或是死亡。呀，这可还没到1年的时间呢，怎么你就这么着急？自己说的话也不作数了？1年时间也差不多了，你莫非真以为朕有心思和你掐准时间来了吗？羽化劫，朕敬你当初与朕乃是齐名的天骄，才许你这么多时间思考，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否则朕背后的神象军团将在今日之内踏破你的神羽皇城。确实，年轻的时候你与我齐名，可惜我天赋还是差了你一些。如今你突破合体境，亲临各大皇朝，扩大大凌皇朝的江山版图，已是必然之事，不可阻挡。哼，看来你还没有老糊涂。
可惜我神域皇朝依旧是不会选择臣服于你大凌皇朝。你可想好了，若是朕亲自动手，哪怕你整个神域皇朝倾尽全力，也挡不住朕一炷香的时间。这只是小丑啊！你若再执迷不悟，休怪朕动起手来，你这座城楼顷刻间倒塌。父皇，不如我们投降吧。两国交战，百姓受苦，何况我们根本不是大凌皇朝这位老灵皇的对手啊！投降？哼！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孬种？羽化吉拿出了李周军赠他的香，将香直接点燃。你究竟在干什么？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休想再拖延时间了，这香等你死后，让你的后辈慢慢点吧。众将听令，臣在。杀！铃木一声令下，只见其背后的神象军团踩踏着大地，开向了神域城。整片天地仿佛都是神象军团前进的步伐声音。机会已经给过了，你不珍惜，那就别怪朕了。仙剑？怎么可能？云居山主？哦，你认得我？山主以一己之力追杀吞海妖尊至深海区域，而名满青州，老朽怎能不认得？原来这位真仙便是云居山主。爹，你怎么和云居山主认识的？你父皇我天赋或许一般，但运气却不差。可以这么说，若非你父皇我运气好，现在根本修炼不到虚仙境。那就好，你退下吧，我欠神域皇朝一个人情，1000年内不要再来了。那老朽便告退了。太上皇，如今你与我以两亲，可有异议？山主说笑了，若非山主出手，我神域皇朝今日便会成为历史。山主需要下来喝杯茶再走吗？不必了，恩情已还，李某也就不多停留了。还有1000年时间，倘若1000年的时间你不能突破合体境，我们神域皇朝依旧是逃脱不了被大凌皇朝纳为版图的命运。1000年化神境圆满到合体境，羽皇的心中苦笑，差着一个大境界呢，哪有那么容易啊？毕竟不是谁都像云居山主这般拥有强大无比的修行天赋。青州边境的海域内，深海处有着数道恐怖无比的神念交汇。哼，吞海妖尊那个废物，让我海族彻底沦为了人族口中的笑柄。但不得不说，那云居山主是一个危险的存在，年仅40多岁便能在下界修炼到5品真仙之境，倘若再由他继续发展下去，只怕将成为我海族的心头大患。诸位，谁去杀了他，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怎么哑火了？没人说话？一个小小的5品中程真仙，怎配我动手？在座的哪个不是上乘真仙之境啊？我去吧，你们这群老废物，除了互相算计，也就只会动动嘴皮子了。放肆！敖宇，你这刚入7品之列的小长虫，可不要太嚣张。我嚣张又怎么样？看我不爽，有本事的你们就过来和我耍两招，让我看看你们这些老废物，除了耍嘴皮子阴人外，还会些什么东西。要是实在不行，你们给我个位置，我赶过去也可以啊。一群老废物，也就只能苟活在下界了。道天宗那2个老不死的2代弟子，只怕早就没了，或是飞升仙界了。一道响彻云霄的龙啸之声在深海处响起，紧接着一道包裹在水雾之中的万丈真龙身影猛地飞出了海面，激荡1000丈浪花。最后这真龙的虚影化作了一位身着白衣、面容俊朗的青年。此人便是方才怒对海中古老存在的青年敖宇。
李昭君嘛，等着本座，本座过来找你，你可千万不要让本座失望啊！另一边，李周君来到了一家茶楼，准备稍作歇息后，便返回到天宗了。当李周君在茶楼坐下之时，便听见了一位说书先生正在讲着自己的事迹。那云居山主年仅40多岁，便修到了真仙之境，且生得面如冠玉，相貌堂堂，手持一口雪白长剑，一剑挥出，便在临海城外斩杀数不清的虾兵蟹将，更是孤身一人追杀那吞海妖尊。师父，你说这世间真有人能在100岁之下修到真仙之境吗？哈哈哈。那日海族进攻临海城，师傅也在场。我明白了，师父。少年的眼中此刻对传说中的那位云居山主充满了崇敬之色。若是有一天他也能够成为云居山主那样的强者就好了。听说了吗？最近在东边的日落山脉里头藏着一个魔头啊，据说这魔头极爱采摘童子心脏，以此修炼。当然听说了，道天宗不是已经派了一位山主去清剿这魔头了吗？据说那位山主是灵雪山的山主慕容雪。就在李周君起身要走的时候，便听到旁边一桌人的谈话。想了想，李周君决定还是去落日山脉走一趟。慕容山主，你这又是何苦呢？本座不过是取了些蝼蚁的性命修炼罢了。欺人太甚，真以为老子怕了你这娘们不成？啊！这老天宗的娘们儿，好恐怖的力量！妖女还不出来！就在赵鹏云的话音落下之际，一阵黑色的雾气在林中升起，且伴随着一阵咯咯咯如银铃般的笑声响起。若是李周君在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多半就是一只老母鸡，但是慕容雪的脸色却凝重了起来。药女，一位用毒到出神入化的合体境高手。慕容山主，中了我的飞花针，10个时辰内你是动不了丝毫灵气的。慕容山主，动用不了灵力，你在我面前与凡人无异。你说我该怎么报你追杀我一路的仇呢？哼，就喜欢你这高冷的模样，待会儿本座要让你跪地求饶。赵鹏云，你若是想要等道天宗的强者赶来，把我2人诛杀于此，你就继续和这个女人磨叽。放心，我知道分寸。就在慕容雪闭上双眼，准备坦然迎接死亡的时候，一道让人很舒服的轻笑声在她的前面响起。这道身影并不强壮，甚至还有一些瘦弱，但此刻在慕容雪的心中却高大无比。慕容山主，看来这次我又救了你一命了。李周君，你们想怎么死？大言不惭，这道天宗的慕容雪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你算什么东西？废话少说，速度杀了他，我们走人。仙剑！一声巨响，眨眼间，2位合体境的大小便陨落在了李周君解决了药女赵鹏云之后，收起飞剑，看向了怀中的慕容雪，查看起她的伤势。时间一晃过去了，到了天黑之时，李周君也已经是将慕容雪的体内的飞花针逼了出来。贱人，放下你手中的姑娘！你这厮怎不分青红皂白便动手？你管我像吗？何须做那采花之事？这世间的衣冠禽兽可不少，谁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可见过哪个贼会把贼字写在脸上的？那你想要如何呢？放下你怀中的姑娘，我姑且放你一命。我若是说不呢？哼，我已经叫了人了，
你会后悔的。那青年呵呵一笑，手中出现了一根竹箫，放在了嘴边吹响。这根竹箫乃是一只修行了1000年的元婴虎妖给他的，因为他曾救了这虎妖的儿子，所以虎妖答应凭借此箫可在落日山脉帮他3次。他奶奶的，这兔崽子想要害死老娘不成？真闲你都敢惹，找死啊！周军没心思和这愣头青耗着，准备扭头就走的时候，怀里的慕容雪发出了一声嘤咛。醒了？姑娘，你别怕，等会儿我就会救你出来的。我成了采花贼。我还有伤在身呢，你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吗？那个啥，我还有事儿，你先走了啊。为什么每次见你都身处危机？你这有点弱啊。与强者交手，这样修为才能进步啊。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你这么着急，怕是要被噎死啊？明明比我大100多岁，咋还要我来教你这些常识呢？慕容雪的嘴角抽了抽，本来还挺想多和李周军聊聊的，但是突然就没有了欲望了。为什么这货总是把天给聊死呢？走吧，回到天松了。啊，你怎么不开心啊？生气了？没有啊。没有就好，你要真生气了，我可没糖给你吃。滚！古人诚不欺我，女人果然翻脸比翻书还快。与此同时，在路上设伏的敖宇正抱着一个西瓜坐在瓜棚之中，神色不满。这瓜不错，很甜。那李周军到底回不回来了？再不回来，这片瓜田都要被本座吃完了。终于来了。真仙气，是谁？什么情况？不好，这家伙竟然能接下我全力一掌！他不是才5品真仙吗？那些海里的老不死，莫非是想让我与这云居山主斗个2败俱伤，趁着本座返回海域的时候，好借机将本座除掉？想罢，敖宇根本就不与李周军做过多的纠缠，转身便踏入虚空遁走。敖宇小辈，可将喜讯带了回来。不错，以你的实力，那云居山主断然不是对手。并没有，本座在道天宗门口转了一圈，没遇见什么所谓的云居山主，就回来了。什么？你在道天宗附近转了一圈？道天宗那2个老怪物没有对你出手？对呀，估计那2个道天宗的2代弟子早就飞升仙界了。敖宇，你确定没有欺骗吾等？本座为何要欺骗你们这些老不死的？爱信不信，通通滚蛋！若无他事，不要再来打扰本座。那一掌貌似是7品真仙。可能吧。上次你走的时候，真云泰上来找你了。真云泰上？莫非是我云居山的历代老山主不成？对，弟子见过2位山主。为何一路走来，除了我2人外，察觉不到任何一位山主的气息啊？他们都在闭关。别急着回去嘛，要不要去我山上喝杯茶？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啊！鲁师妹，接招！师姐的剑招颇有几分师傅的味道，好厉害！鲁师妹，你也很强。等李周军来到了院子外的时候，看见苏南、卢芷彤2个小丫头正在院子里边相互对练。李周军见状轻笑一声：“行了，鲁师妹，我都这么强了，今天就再休息1天。咱们等会儿去湖边找那9位鲛叔拿鱼吃吧。上次大鲛叔可是夸我手艺不错哟。师姐，这不好吧？这有啥不好的？师姐我好不容易练出来的手艺，怎么能浪费了？走走走。”要不要捎上我一个，让我尝尝你的手艺啊？好啊好啊，来者是客。师姐，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就回来呗，大不了我请师傅搓一顿。
你说啥？师傅他老人家回来了。师傅，你听我解释。你们现在偷懒，万一以后你们遇到事情，为师不在你们身边，你们怎么办呢？师傅，我知道错了，下次肯定好好修炼。你这丫头！就在这个时候，穆太乙来到了云居山。云居山主，回到宗门怎么也不打一声招呼啊？宗主，弟子拜见宗主。山主如今修为踏至真仙，穆某可当不起这礼。李山主这2位弟子也是天之骄子啊，李山主好眼光啊。宗主谬赞了，李山主可不要再谦虚了，不然穆某这张老脸可就没地方放了。对了，李山主，如今你的修为再继续担任山主之位，怕是也不太合适了。此话怎讲？还请山主随我移驾太上殿，诸位太上已经等候多时了。劳烦宗主带路了。周君，你可让老夫等得好苦啊！一道衣着朴素、白眉飘扬的老者，一脸笑眯眯地从中走了出来，随后围着李周君转了3圈。不错不错，不愧是我云居山的山主，这气质，这相貌，还有这天赋，都是万里挑一呀。弟子李周君见过老山主。跟老夫客气什么啊？听说你一人击退了一位海族的5品真仙？侥幸侥幸，主要是那吞海妖尊并没有与我交手的心思，不然定是2败俱伤的结局。果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啊！你如今的修为，即便是老夫也要汗颜。自然不能给历代山主丢了我云居山的颜面。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披火红长袍，背悬着一团熊熊燃烧宛如烈日一般真火的老者，笑眯眯地从大殿之中走出。百闻不如一见，云居山主不愧是我道天宗最杰出的俊杰啊！诸位太上，这正事儿……哎呦，瞧老夫这记性！周君啊，想必你也知道，在我道天宗想要成为太上长老，不仅需要修为过关，更需要宗主与3位太上点头吧？宗门条律，周君自然时刻牢记在心。不错不错，经过我等商讨，你已然有资格成为道天宗太上。周君可愿成为我道天宗太上长老？周君荣幸之极。李太上，此乃太上长老身份象征的令牌。多谢宗主。对了，周君，如今你成为太上，但云居山主之位自然还是由你来选。毕竟你能在年少时成为山主，且成长得如此出类拔萃，想必你收的那2个小丫头也绝不会差，不管是哪一个都可以。好了，小穆啊，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去忙其他的了。身为一宗之主，你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晚辈告退。此地乃是一方小世界，也是我道天宗诸多太上隐居的地方。你若是愿意，随时都可以搬进来。不过老夫倒是更希望你能够踏足仙界，与万族天骄争锋。毕竟你的资质不应该局限于下界呀。老山主的话，周君铭记在心。虽说你到了5品真仙之境，不过你毕竟还是年轻，可知道真仙的细微境界划分？周君洗耳恭听。真仙之境从低到高为1至9品，其中1到3品为下乘真仙，4到6品为中乘真仙，7到9品为上乘真仙。我道天宗太上殿内200年前便有2位2代老祖达到了9品真仙之巅，即将突破天仙境。可惜下界并没有突破天仙之境的条件，所以2位老祖只能飞升仙界了。能在下界修炼到9品真仙之境，
2位2代老祖，即便是去了仙界，也应该是天赋绝顶之流。说句实话，这2位2代老祖的天赋不如你，毕竟2位老祖一直都待在太上殿内修炼，而太上殿内蕴含的灵气，足以媲美仙界那些比较偏僻的地方了。周军也是侥幸。老山主，周军斗胆一问，如今咱们道天宗内最强者是何修为？啊，最强修为吗？行了，周军，你也该回去交代一下山主事宜了。虽说我历代云居山主皆是喜爱云游四海之辈，但重要的事情还是不能忘记的。好，那周军便先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老山主。这个女的太不是人了，前面和这男修士结为道侣，还生活的这么甜，最后居然成为了这男修士的后娘，太狗血了，太狗血了！究竟是哪个王八蛋写的书？老娘要劈了他！当李周军回到云居山的时候，便看见苏南在院子里的2棵树间，手里举着一本蓝色的书籍，嘴里边还一边哭着一边骂骂咧咧的。道侣之间还有比这更狗血的呢？还能有啥比这还狗血的吗？隐瞒性别。我去，你玩的这么变态吗？苏南一下子从吊床之上蹦了起来，当看见来人是李周军的时候，先是一愣，然后两眼一翻。哦，好饿啊，我30天没吃饭了，饿晕了啊！哎呦，师傅，疼！你就不能多学学你师妹吗？让为师省心一点。师傅，其实我感觉好像还好。你还得意了不是啊？你师妹虽然炼丹失败了，但是人家有上进心，你呢？你在干嘛？芷宁啊，你刚才在炼什么丹啊？失败了没关系啊，毕竟失败乃是成功他妈，最重要的是要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师傅，师姐把我养出肚腩了，我在炼制瘦身丹。你们2个给我把炼丹房收拾好，然后在炼丹房外面罚站1天。此刻的李周军总算是知道了当一个老父亲的辛酸了。话撂完，李周军便一脸摇头地走回了自己休息的院子里，背影显得有些落寞。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师姐，师傅不会被我们气出毛病来吧？到天宗这3天的时间，李周军一直在2个女弟子的身边教导着他们修行。李周军见到今日练得差不多了，便对拿着剑相互对练的苏南、卢芷宁说：“行了，今日就到这里，你们2人回去歇息一下吧。”师傅，你什么时候出去云游四海啊？李周军对着苏南露出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笑容。苏南见状，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李周军看着2个弟子远去的背影，头疼地揉了揉脑袋。到底是2个小丫头，比起曾经的自己还是差得太多了。山主之位交给他们，怕是整座云居山都得翻了天了。翌日一早，李周军叫来了2个小丫头到云居殿。师傅，大早上的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好事吗？不错，倘若为师要把云居山主的位置交给你们2人其中一个，你们谁敢接？不是吧，师傅，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把山主的位置让给我们？难道师傅你……想什么呢？为师如今成了道天宗的太上，山主之位自然是传给你们2人其中1人的。苏南，你的性格开朗，脸皮也比较厚，还死猪不怕开水烫，但成为山主后，为师希望你稳重一些，要多照顾你师妹才是。芷宁，你性子比较柔，脸皮比较薄，但很多时候你比这大大咧咧的师姐考虑的要多些，所以记得关键时候拉你师姐一把。师傅，徒儿记住了。师傅，要不你再收个师弟或者师妹，把位置传给他？你这丫头，比起为师当年还是差了不少啊。想当初，为师自6岁起便独自一人照顾云居山日出日落。完了，师傅要开始装逼了。师傅，我愿意成为云居山主。不错不错，你能愿意成为云居山主，说明你已经初步有了为师当年的风范。
一处不知名的山岳，山峰剧烈的颤抖，有一道裂缝在山体之间裂开，整座山峰发出了轰天动地的响声。紧接着，一道身影伴随着尘埃从山体的裂缝之中走了出来。万年时间，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本君，谁又是如今的最强者？本君很期待。一阵风吹来，丹凤眼男子的身影在原地被风吹散，这只是一道残影，而他的本体已经来到了一处大城之中。公子，你生得如此俊美，可会屠歌起舞？我青楼虽说只招女子，但公子这模样，劳保我愿意花10000两黄金买下公子一生。青楼，10000两黄金，怎么了？公子你不满意这价钱吗？老鸨的话说一半，他的瞳孔瞬间瞪大。小鬼！什么垃圾东西，真恶心！你是谁？本君是谁不重要，不过本君问你，当世最强者是谁？我，当世最强者是你？我是你爹！找死！道天宗太上长老李周君，46岁。5品真仙，如此天赋，若是被本君炼制成为肉丹服下，本君岂不是能直接从6品真仙突破至7品上乘真仙之境？不过这道天宗倒是一个麻烦的，一个下界宗门罢了，本君还会怕了你？宗主。最近3日内，我青州之上已有9座大城在一夜之间尸横遍野，而且这些人的死状皆是被未知的存在吸干血液而亡，其中不乏虚仙、合体境的修士，甚至还有一位渡劫境界的大修士。此人是会西城尹氏家族蔡家的老祖蔡继。我们探查过周围，并无交战的痕迹，说明出手的存在实力远远超过那位渡劫大修士蔡继，我猜测很有可能是真仙级别的强者出手。那未知的存在动手，可有规律？貌似是从北边的血窟山一路往南的城池，难道是曾被听月老祖镇压在血窟山的那位白骨妖君？那多半是了。行了，一切退下吧。是。对了，宗主。蔡家虽然灭亡，但蔡家千金蔡西陵在当日并不在会西城，如今他已在我道天宗悠然山暂住。宗主来了，要不要坐下来一起钓会儿鱼？李太上，实不相瞒，我来此地是有要事与你相商。宗主但说无妨。是听月老祖镇压在血窟山上的白骨妖君出事了，青州之上已经有9座大城毁于他的手中。白骨妖君，系统发布任务，此任务分2种，可同时进行。宿主与白骨妖君交手，奖励渡劫初期修为；杀灭白骨妖君，奖励傲雪飞剑晋升4品真仙器，金灵丹1枚。李太上，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白骨妖君呢？何须应对？宗主可听闻一句话：最好的防守便是进攻。3个时辰后，悠然山，蔡家千金蔡西陵失魂落魄地坐在客房之中。蔡西陵听着客房外面2个悠然山弟子的交谈，愣在了椅子上。听说了吗？刚才是李太上已经前往去灭杀那白骨妖君了。那白骨妖君嚣张得很，据说被封印前就是6品真仙之境，他一破封出来便先后屠了数座城池，甚至蔡家的那位渡劫老祖都死在他手中。如今李太上出手，看来他嚣张的日子到头了。可是李太上不是才5品真仙吗？那白骨妖君可是6品真仙啊。
哎呀，你还不明白吗？李太上哪次不是我们以为他在这儿，他却在那儿啊？说不准李太上早就突破7品真仙了。有道理，太有道理了，还是你小子有脑子啊！蔡西聆听着客房外面2个悠然山弟子的交谈，愣在了椅子上。李太上吗？就是那位名震青州风华绝代的前云居山主李周君。他真的可以把那白骨妖君杀死吗？与此同时，澜沧城钟家待客大厅，钟家主，明人不说暗话，你儿钟洞如今灵根被人废掉，再无修炼的可能，而我灵心宗的圣女甄月灵乃是16岁，炼气8层的绝世天骄，即便是放在青州第1大宗道天宗内，也是中流之资了。你儿与我宗圣女的婚约最好还是退掉，我灵心宗也会补偿钟家1枚筑基丹，否则到了将来遭殃只怕还是钟家。唉，我家冬儿如今的确配不上贵宗圣女，这婚我们愿意退。父亲！突然一个面貌清秀的少年打断了钟烈的话，大踏步走了进来。此人便是钟烈的儿子钟洞。你要退婚？好，我答应你，不过你且记住，30年河。家主，不好了，那屠城的血缘来到我们澜沧城了。什么？该死，不过是来退个婚，怎么会遇到这么一档子事儿？钟洞哥哥，别怕，有我在。你再有啥用？上面的可是真仙级强者啊！道天宗的人还不来吗？莫非此刻的道天宗已经没有强者在宗门里面了？既然如此，那本座便血洗了这小城吧。白骨妖君的脸上突然露出了狰狞邪恶的笑容，下一刻，空中所聚集的万里血云爆发出了恐怖的吸力。但就在这个时候，澜沧城中一道光柱冲天而起，让白骨妖君微微的错愕。妖君，老夫无意阻扰您的修行，不知可否看在我守墓一族的面子上，让老夫带走小姐，其余人等皆由妖君发落，老夫绝不掺手。你算老几？卖你面子？就是你们看狗门一族的族长来了，本座也只会让他跪下。2品真仙之境的分身，化作本座的养料吧。小姐，老夫稍后会自爆这道分身，你趁机能跑多远就跑多远，总好过坐以待毙。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衣袂飘飘的青山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凌空而立，站在了白骨妖君的对面。是谁？在下李周君。李周君是道天宗最年轻的那位太上长老，我们有救了。可他不是才5品真仙吗？这白骨妖君可是6品真仙呐。是道天宗的李太上，小姐，看来我们有救了。你就是李周君？就你一人前来？一人足矣。哼，狂妄！本君就不相信你一个号入6品的真仙，能是本君这个老6品的对手。接下本座死招的人可不多，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罢了，后面才是重头戏。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与白骨妖君交手，系统发放奖励，渡劫初期修为。妖君，看来你被我道天宗老祖镇压了万年之久，你还是没有一点长进啊。小辈，这世界的强者多不胜数，真以为能和本座斗个旗鼓相当，便能傲视群雄不成？我不需要傲视群雄，你打不过我就行了。本座纵横天元界数万年，
见识的可比你这小辈多得多，你凭什么这么嚣张？凭你打不过我。操！本君要杀了你！当真以为本君会和你废话这么多吗？逼得本君显现真身，使用禁术，你足以自豪了。怎么可能？这小子的神通怎么会这么强大？本君都使用禁术了，怎么还是只能和这小子平分秋色？莫非他从一开始就对本君放水，将本君玩弄于股掌之间不成？这小子好生恐怖啊！白骨妖君，看来就算给你准备的时间，你还是打不过我啊！年轻人，听本君一句劝，不要太操，能不能讲点武德？和本座比肉身，狂妄！孽畜，竟敢欺我道天宗后辈，拿命来！9品真仙，一剑斩了白骨妖君。这道天宗内竟然还有如此强者！道天宗竟然有9品真仙，怎么可能啊？你小子不是才5品真仙吗？啊，您老不也才3品真仙吗？哼，臭小子，吓老夫一跳！老山主，我怀疑白骨妖君没有死。这些旁门左道打架不行，保命的手段确实挺多的，所以听月老祖也是选择直接镇压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家伙。与此同时，一处荒无人烟的深山之中，一个只有着些许皮肉在骨架上的老者，如同是诈尸了一般，直挺挺地从地上弹了起来。他的眼底闪过了一丝血色，紧接着他的脸色便难看了起来。妈的，这道天宗的水是真够深的，老子一个6品真仙，至于让9品真仙出手吗？若是没有准备，本君现在已经死了。道天宗是吧？你们怕是想不到，本君留有后手，将一个渡劫修士埋在这山体之中吧。本君就不信了，万年之后你们这些高品真仙还能继续待在下界。待你们飞升之后，本君定会好好疼爱你们的徒子徒孙。此地属于极阴之地，且隐蔽无比，极其适合我鬼极宗扎根。放肆！本座的道场你们也敢抢？什么你的道场？这上面写你的名字了吗？要按照你的说法，本座可是在你之前就在此地做下了标记。不信，你看看你背后。澜沧城内，守墓一族的庄老飞到李周君、甄云子2人的面前，恭敬抱拳。守墓一族莫庄，多谢2位上仙出手相救。守墓一族，墨染如今可好？墨染老祖2000年前修为踏至6品真仙，已然飞升仙界了。老家伙跑得倒挺快，当初还欠老夫10万壶仙人酿呢。啊，对了，老夫若是没记错，你们守墓一族守的那个仙君死前立了个规矩，500岁前修为踏入真仙之境，可闯一闯你们守的仙君之墓。老夫当初不过压了1岁，你们就死活不给老夫闯。如今老夫这后辈不过50，6品真仙，可有资格否？自然。守墓一族随时欢迎李太上来闯仙君之墓。周君，什么时候去闯一闯啊？过段时间吧，不过当下之急还是要找到那白骨妖君才是。也是，这些家伙重伤之后便会隔3差5出来祸害人间，以求修为迅速恢复。可有头绪啊？暂无，不过周君想去寻找一番。也只有如此了。老山主，那周君便先告辞了。去吧，万事小心。好，
真不愧是道天宗最年轻的太上长老，如此实力，足以傲视同辈，与绝大多数老一辈了。若是我守墓一族也能出现如此强者，哎呀，这位李太上到底是逍遥天地的仙人呐！若是换做我呀，此刻早就开始享受吹捧了。所以你只能在你现在的位置上待着。澜沧城众生看着离去的李周君，纷纷感慨：这就走了吗？圣女，李太上这等逍遥天地的仙人，我辈修士能够瞻仰其仙容，便是人生大幸了。一条龙，给个白骨妖君的定位。系统发送定位：绝阴山。那个呀，那个前辈啊，这块地儿您要是觉着喜欢，晚辈也不是不可以让给您的啊。晚了，若是在先前，你好好与本座说话，本座收你当个狗腿子也不错。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你逼得本君直接服用这些强者血液，将这些血液浪费了大半，那就用你的血来弥补本尊的损失吧。完了，白骨妖君，原来你在这儿啊！李周君，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找得到我？鬼极宗宗主鬼君拜见李太上。李太上，如今鬼某已经金盆洗手，路过此地，见到这白骨妖君邪气冲天，实在是不能忍受，便要将之除魔卫道。却不曾想，这白骨妖君实力强悍无比，鬼某不是对手，还请李太上灭了此僚。李太上，我们跟着宗主混3天饿9顿。宗主他一心为了让我们弃暗投明，费尽了脑汁啊！对，宗主下令不得我们杀生，我都记不得多久没有杀人放火了呀！一群软骨头，真是丢我邪道修士的脸！本尊休与你们同为邪道。什么叫丢邪道修士的脸？我现在已经金盆洗手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弃暗投明了。小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对，前段时间有个小娃娃说想上天上玩玩，我直接带他上天溜了一圈。下来的时候他激动的话都不会说了，扭头就跑了。你这算啥？咱们上次不是去一个村子，那里有个老瞎子吗？他想看隔壁寡妇洗澡，我替他看了，嘿嘿，666啊！那什么，李太上啊，其实吧，我先前做的事也是为了整个天元界好啊。天元界生灵亿万，每天都要消耗数不清的资源，我解决了一部分人，岂不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做得很好，可惜我还是要杀你。本君都把姿态放这么低了，你却欺人太甚，死，本君也要恶心恶心你！你还想自爆？当我不存在呀？你当周边这些生机勃勃的小草不存在呀？啊！我不甘心。恭喜宿主吸引了白骨妖君的注意力，让他人有机会杀了白骨妖君。系统发放奖励：傲雪飞剑晋升4品真仙器。系统发放奖励：金灵丹1枚。李太上，弃暗投明，我是真心的。做得不错，其实你们也没必要为了弃暗投明把自己饿成这样。李太上，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不得杀善。不得杀善？正道之中有恶人，邪道之中也有好人。自古凭良善恶的都不是修炼的什么功法，而是用这功法做的事。你修邪法做善事，同样也是好人。修正统法门，干些猪狗不如的事情，还算是正道吗？鬼某受教了。对天道起誓吧。鬼某对天道起誓，若是杀善，度天劫之日，便是身死道消之时。
记得你的誓言。我等恭送李太上。青山绿水间，有一位青山青年走在田野上，此人正是李周君。他现在正走往道天宗的路上，现在他真的是如同闲云野鹤，两个小丫头他也不用操心，毕竟老山主肯定不会放任不管的。系统，能给个我徒弟的定位吗？不在任务中，除非宿主和系统合唱一首《爸爸去哪儿》，且唱儿子部分。不会。系统，你长得丑就算了啊，想的还挺美。鉴于前一次任务比较有难度，这一次发放一个轻松任务，解少女心事。任务奖励金灵丹1枚。金灵丹啊。系统，任务你发了，少女在哪里啊？前面山坡左转，田野间。转过山坡后，果真看到一位衣着补丁麻衣的少女，旁边放着一把锄头，素面朝天地坐在田野间的小路上。姑娘，怎么一人在此伤心呢？没事。若是姑娘不介意，李某愿意做个听客。今年3月份，我娘病倒，我将家里的南瓜种子在眼前这片田里种下了。到了现在，南瓜长势很好，很快就要成熟了。到时候，我打算将这些南瓜拉到集市卖掉，给我娘换药钱。可是，附近村里的那些老人，每次路过我这片种南瓜的田，就要摘下几个离开。少一些没有关系，毕竟大家都是邻村的。可是这些老人，他们昨天却背着篓子来我家地里摘南瓜，然后我拦下了他们。刚刚我一来南瓜地里，就发现许多南瓜都被砍烂了。这些南瓜只要拿去卖钱，给我娘治病的呀。李周君闻言，饶是以他的脾气，心中也对少女口中所说的老人感到气愤。人的好坏无关年龄，有些人活到老只是倚老卖老，仗着自己的年纪大了，半截身子快要入土了，胡作非为。可惜那些离根的南瓜没了生机，李某也没有办法。多谢先人。相遇便是缘，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无需多礼。狼？非也，这可不是狼，而是一只狗。虽说现在灵智低下，但也足以帮你看守这片南瓜田了。狗吗？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解少女忧愁。系统发放奖励金灵丹1枚。小女子多谢上仙出手相救，上仙大恩，小女子无以为报，愿为上仙当牛做马。无需如此，我也不需要你当牛做马，毕竟你是一个人。那我下辈子当牛做马。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子叫做西心怡。好名字。上仙过奖了。夜幕降临，李周君并没有着急离开，他卧在云端，一手撑着脸，一手握着玉瓶美酒，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直到一只鸟经过身边，这才被惊醒。李周君坐起来，抻了一个懒腰，但很快就被下方的动静吸引了目光。西家那小心眼丫头的南瓜田，貌似还有一些南瓜是好的，等老太我摘回去炖个南瓜粥。吃屎，不就几个破南瓜吗？这丫头真是够小心眼儿，大不了就让我家那傻小子娶你过门不就行了？这些老家伙，去！哎呦喂，狼爷爷呀，饶了我这糟老婆子吧！好啊，这个小心眼的死丫头，竟然养了一只狼来看田。看老太婆回去不把这事儿捅得附近几个村全都知道，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云端之上，李周君听着老太的话，脸已经黑了。他倒是没料到，这些老家伙竟然如此的不要脸。倘若自己现在已经走了，只怕他留给少女的二哈会成为他遭全村人排挤的导火索。好得很呐，看来我还是太善良了。鬼君，李太上，
有什么事要吩咐鬼某吗？有件小事。李太上说笑了，您的事儿怎么能是小事呢？鬼某这就立马赶过去。一炷香后，太嚣张了，真的是太嚣张了！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这些个老不死的所做之事，就连鬼某这个邪道修士都看不下去了。李太上放心，我定会让这些老家伙们生不如死。这酒送你了。仙娘，娘的，跟着真仙混就是他娘的爽啊！多谢太上赐酒，鬼某愿为太上肝脑涂地。你能有这心便好，此地便交给你了。本座还有要事在身，太上去忙便是。那小丫头的安危，鬼某定然是暗中保护。还有那些欺负小丫头的老家伙们，鬼某一个也不会放过。月色之下，一片茂密的丛林，江小白身形宛如是游龙一般在其中穿梭着，在他的背后还有一对青年男女，脸带着讥讽之色，如闲庭漫步一般在后边追赶着江小白。小子，你不过是筑基后期罢了，真觉得自己能够从2个筑基境圆满的修士手中逃离不成？虽然被2个筑基圆满境界的修士追赶，但是江小白并不慌张，因为他完全有把握将这对青年男女解决掉，只是不能在灵定城的附近动手，还挺能跑的。怎么现在不跑了？别告诉我你一个筑基境修士怕水，那可真是贻笑大方了。不跑了，来你迷途知返啊！把你在虚岩道人作画之地得到的宝物通通交出来，可以让你死得轻快些。就你们2人这身法，真以为能追得上我吗？听你这意思，是觉得你一个筑基后期的修士，能稳稳拿下我们2个筑基圆满吗？你猜？春竹，一起等着，看我怎么收拾这小子。好。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强？找死！你废！只会在背后搞偷袭吗？你一直站那儿看着，还以为你很厉害呢，结果连潘永炎这家伙都不如。好歹潘永炎还能和我过上几招，你却连1招都扛不住。小子，我爷爷是烈炎宗的化神长老丁良计，你若杀了我，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的。爷爷是化神境修士，师傅还是仙君呢，都没有说什么，你还嫌装什么？小辈，反应倒是不错，可你竟敢杀老夫的乖孙女儿！爷爷，这小子不仅要杀我，还抢走了你送我的法宝混魂刀。是你们2人想要杀人夺宝在先，我只是出手自保罢了。前辈修为已至化神之境，想来绝非不明事理之人。晚辈并没有主动想要杀你孙女2人之意，还望前辈明鉴。哼，小子，你倒是镇定，可你要杀老夫的孙女，还想让老夫放过你，不觉得可笑吗？丁长老，杀了这小子！潘公子放心，老夫知道的。哼，好，你逃得掉吗？加持道天宗云居山主李周君。呵呵，小子，你要攀关系也不是你这么攀的。李周君早已不是云居山主，而是道天上宗的太上长老。而且李太上有2位女弟子，却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男弟子的。你可真是病急乱投医啊！有本事就拿出道天宗的弟子令牌来呀！想杀老夫孙女儿也就罢了，如今还敢冒充李太上的弟子，真是不可饶恕啊！小辈受死吧！师傅，是道天宗的李太上，怎么可能？这小子怎么真的可能是李太上的弟子？什么？李某的弟子，尔等已感动。李太上，这是误会。误会？若非本座到得及时，
我这弟子怕是已经成为你的手下亡魂了吧？哇！密林湖边，李周军催动着一丝傲雪飞剑的剑意，循着丁良计分身的气息去寻找丁良计的本体后，便开始打量起了江小白全身上下。当他看到他的双手之时，李周军的眉头却皱了起来。修炼弄的？以后每次修炼完之后都用这药敷一下。若是现在修炼留下暗疾，对你以后提升修为可没什么好处啊。弟子多谢师尊。对了，师傅，那女的是烈炎宗的弟子，刚才那道化神分身就是她的爷爷，也是烈炎宗的长老。还有那个男的，他是附近灵定城潘家家主潘阳伯的小公子。因为我在一处元神修士的作化之地得到了一枚火灵丹，所以他们才一直追杀我，想要杀人夺宝。谁敢杀我儿？就在江小白的话音落下之时，一位身着着紫袍的中年男人手持着一根金刚长棍，眼中杀意凛然地从虚空之中走去。此人正是潘家的化神家主潘阳伯。李太上，这李太上，要看跳钢管舞不？我跳的贼好看。滚！是，小人这就滚，这就滚。这块道天宗真传的令牌，你拿着吧。为师不可能在你每一次出现危机都能及时出现。多谢师傅。对了，师傅，我最近时常在青州边境行走，发现许多海族上岸，有的引入山林，有的想要进城，却被守卫手里的照妖镜照出真身，殒命当场。哦，竟有此事？对，而且这样的事情每日都在发生。我还有几部功法就是从海族身上摸出来的，看起来像是人族强者遗落之物，被他们捡到了。行了，此事为师已经知晓，可愿回道天宗修行？不了，师傅，我还是喜欢走南闯北。也好，为师的几个弟子中最放心的便是你了。与此同时，海域几道强大的神念聚在一起，开始交谈。敖宇，前段时间青州之上出现九品真仙的事，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老夫差点就着了你的道，上了青州怕是得成一锅王八汤。老夫的多年珍藏的宝物，怕是要悉数落入你手中吧？可能我运气比较好吧，谁知道呢？吵什么啊？算算日子，那位存在也该在最近100年苏醒了。届时就算青州有9品真仙，也能斗上一斗。就在海族交谈的同时，道天宗太上殿，真云子此时也已经是收到了李周军的传讯。真云太上，怎么了？海族在搞小动作，我怀疑那位海族至尊应该是要苏醒了。海族至尊是那条有着海神神旗的黑龙不成？不错，若是黑龙苏醒，他拥有海神神旗，如今的实力只怕已经步入半步天仙。我道天宗纵然抵御魂后，现有3位顶级9品真仙坐镇，不惧怕他。可若交战，却也注定是我道天宗落入下风。除非我道天宗向仙界求助，但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向仙界求助的好。毕竟一个宗门面临磨难，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如何应对，而是去求助，那还能算得上一方强宗吗？而且那黑龙的来头也不简单啊，不然的话，2位2代老祖早在他是9品真仙之时就已经荡平海族了。真云太上言之有理，这条消息从何处传来呀？是周军，他如今就在青州边境。快让这小子回来呀！若是那黑龙真的已经苏醒了，这小子不就危险了吗？我云虚山的得意后辈，我能不关心吗？方才老夫已经传讯回去了。也是。另一边，此时的李周军并未着急离开，而是跟着江小白去到了他如今歇脚之地。这里是一处打扫得干净无比的山洞，
这些日子你就居住在此啊？是啊，师傅，附近还有许多妖兽，我经常找他们磨练己身，有些海族也躲在这里。原来如此。师傅，你怎么突然来青州边境了呀？自然是来看你的呀。江小白闻言，顿时间是热泪盈眶。果然，师傅还是爱自己的。师傅，我去抓几只野味回来，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去吧。江小白离开之后，一道流光飞入山洞，往李周军的身边飞过来。青州边境危险，速回到天宗。检测到海族蠢蠢欲动，系统发布任务，让5位及以上的上乘海族真仙签下万年不可侵犯青州条约。签订者越多，宿主获得奖励越丰厚。系统发放任务道具：天道誓言纸。天道誓言纸以天道之力为纸，落名者若违背誓言，将当场形神俱灭。师傅，我手艺怎么样？不错，比你那大师姐一开始要好上不少。师傅，你要走了吗？海族最近闹得挺欢，为师准备去海族走一遭，让他们安静一些。啊？好生修炼，争取100年内飞升仙界，可千万不要给为师丢人啊！师傅放心。好，为师等着喝你的喜酒。师傅放心，徒儿定然不会给您老人家丢脸的。李周军站在虚空之中，低头俯瞰着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大海波涛汹涌，宛如是一只会吞人的巨兽，无时无刻都在咆哮。海族吗？李某来了。系统，给个上乘真仙的坐标。前行千里，右拐3000里，即可遇到一位海族7品真仙。我刚才好像感觉啥东西，嗖一下就过去了。夏老三，让你小子不要经常去找那些棒精，现在好了，虚的眼睛都花了。此地可是驼海老祖的地盘，谁敢来此嚣张啊？怕是不要命了。来者何人？道天宗李周军。道天宗李周军，你就是那个把吞海妖尊打得抱头鼠窜的李周军？正是。你可知道老祖我是谁？若是没有猜错的话，你便是那驼海妖尊。你的眼睛也是我道天宗2代老祖所弄瞎的。原来你都知道。老祖还没有找你们道天宗报仇呢，你就敢送上门来找死？李某下来可不是找死的，我是来给海族人族带来和平的。带来和平？狂妄！就你一个小小中乘真仙，也敢口出如此狂言！老祖我便替你道天宗的老祖好好教训教训你，也顺便报了这瞎眼之仇。7品真仙，李周军，狂妄啊！虽然是上乘真仙，但直接杀到我海族的地盘，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嚣张了？是谁在海族的地盘动手了？青州海域，莫非是他们发现了周军了？我先赶往青州边境，你速速通知另外2位9品真仙出关。海族若是敢动那小子一根毫毛，老夫就是死，也要让整个海族陪葬。先前嚣张的是你，现在躲得快的也是你，怎么是怕了我一个小小人族修士不成？哼，老祖我会怕？搞笑！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处境，已经被我海族数位上乘真仙堵住了，就算你是7品真仙，也插翅难逃。怎么，你们还不动手？就准备看戏不成？海族如此勾心斗角，迟早要走向灭亡。这小子竟然想以双掌接下老祖我这口7品真仙气！你
你们还打算看戏吗？啊！此子如此强大，若是你们继续看戏，就等着被逐个击破吧！死来！那位好像是道天宗的李太上吧？他一人独占海族数位上乘真仙，竟然还能够不落下风，真是恐怖如斯啊！本以为他能与6品真仙的白骨妖君战得旗鼓相当，便已是极限了，没想到我们还是低估了这位道天宗最年轻的太上长老啊！还好李太上心胸广阔，并未追责我潘家，否则我潘家早已十死无生了。哎呀，这个李先生啊，总是那么的让人出乎意料。这小子的真实修为，竟然连老夫也瞒着。哎呀，这个李山主啊，当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谁说不是呢？我无颜与李山主同为道天宗山主啊！不错，我等拉低了山主级的整体实力，丢脸哦！被青州生灵万众瞩目的感觉如何呀？应该是很不错的吧？可要是你死在他们面前，我想应该会更有趣。或许吧。小子要死了，后悔吗？啊？以你的天赋，若是稳稳在道天宗修炼，我等日后定然不是你的对手。可惜你夜郎自大了。后悔？一袭青山入深渊，只求轻舟安万年。小女子此生非李太上不嫁。好一个只求轻舟安万年，可惜你是看不到了。还废什么话？速速拿下这小子，不然那9品真仙来了，死的就是我们了。5位7品海族真仙的灭世神通，居然悉数被李太上挡下了。这李太上的实力究竟如何呀？不知道，但我却知道，自李太上第一次出手之后，从无败绩。这小子还能不能继续给老夫一些惊喜啊？真云子，老太婆来的是不是多余了？我这云居山后辈怎么样？不错。陈老头呢？那老头快要突破天仙了，现在还在压制自己的境界。不过就算这次他压制住境界，但也最多待10年。10年，他若是再强行压制境界，估计会出问题了。而且此方天道也会将他排挤去仙界。除非他能在10年之内获得天授神职，并且在天元界中修至半步天仙，才能继续留在天元界。这个陈老头啊，这小子远比我们想象的强大。这真的是7品真仙吗？几位海族真仙，李某别无所求，只希望几位能够签下一份条约，那就是不得犯我青州万年。小子，在做梦吗？你也打不过我们，凭什么让我们签下这条约？那你们试试，跑得掉不？仙大阵？怎么可能？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布下这锁仙大阵的？但就在这个时候，异变陡然发生了。原本经历大战还未平静下来的海面，此刻再一次翻起了汹涌波涛。天上黑云凝聚，仿佛有某种强大的存在即将现世一般。这气息是……不错，应该就是那位海族至尊苏醒了。看样子，他真的达到了半步天仙的修为。
小子，我们海族的那位大人此刻已经苏醒了。完了！若海面翻涌更加凶悍，宛如是被激怒了的上古凶兽。下一刻，李周军便看到一位身着黑袍、满头白发的巨兽巨人从海面松开险路的陆地之中。此人是谁？好恐怖的气息！我只是看了他一眼，便觉得心脏骤停。就是海族的陆神旗黑龙。黑龙竟然苏醒了，两位二代老祖都在他手中讨不到好，李太上能是他的对手吗？尊神，余修成龙，倒也不错，我海族还算是有些起色。尊神过奖了。午睡了万年，想不到一觉醒来，便有人欺我海族。欺负海族不至于，最多也就是强迫而已。对了，你就是传闻中那位整个海族的至尊吧？来的正好，等会儿也一起签一下万年不犯青州条约吧。啊！黑龙，我道天宗的后辈，还轮不到你欺负。二位太上，周军一人足矣。你确定？道天宗不愧是道天宗，想不到继两个二代老家伙之后，还能涌出两位九品真仙。可是九品真仙层出不穷的道天宗，到底是怎么教出这么个年少轻狂的小子？